当过国际杀手的都知道，女孩是唯一一个没有带好就敢顶着真名到处浪的疯子。她从不接一些低风险的差事。当女孩准备金盆洗手的时候，却被告知自己是穆家流落在外的真千金，而家里早已有一个顶替她身份的养女。本以为要上演真假千金撕裂的戏码，却没想到这位养女是个白切黑的姐夫，竭尽全力守护这朵家中唯一未经尘世沾染的小白花。要知道，穆家势力庞大，黑白两道均有涉足，家族里从无善茬，就连家里的侍女也不例外。在旁人看来，女孩回到穆家就像羊入狼窝，都等着看我的笑话。甚至还打赌她能在穆家这个龙潭虎穴里存活多久。女孩唇角勾起，歹徒怎能出好所？她可不是穆家的意外。穆婉睁开眼睛，随意翻了几下手机，查看京都的论坛，最新且最爆的消息就是关于她这个穆家嫡系大小姐回归的新闻，在上流社会引起了很大轰动，似乎有无数双眼睛在暗中盯着穆家，盯着穆婉，尤其想看她和穆金瑶的笑话。毕竟在她回来之前，穆金瑶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几乎是圈内最耀眼的存在。但是现在正主现身，怎么可能不引起一波明争暗斗呢？偏偏她还是个从小在贫民窟长大，只因为血脉就压了穆金瑶一头，少不了要对比一番。这时候房门就被敲响，谁？穆婉关闭手机，慢慢朝门边走过去。当然是我呀，亲爱的姐姐，或者你希望是谁呢？一打开门，看到的就是穆金瑶那张似笑非笑的脸。不是很忙吗？还有空来找我？穆金瑶见穆婉居然一改昨天拘谨的态度，敢开口对她了，竟微微有些愣神，很快又没好气的说道：“你以为我想来，还不是家里来贵客了，点名要见你吗？贵客是谁？穆伯山，咱们的三叔公，那怎么能称作外人呢？我说是就是，你问这么多干嘛？赶紧跟我下去。”说完，他便转身，也不管穆婉有没有跟上。穆婉似乎还隐约听到了他一句低声暗骂：“晦气的东西，还要浪费本小姐的时间。”这骂的不是他才对。穆金瑶一开始就没打算管自己准备的事情，现在却主动折返，所以骂的应该是一楼的那位贵客。结合自己了解到的信息，穆金瑶对那位三叔公这样的态度也不奇怪。他点名要见穆婉，怕是来者不善呢。他突然来了兴趣，快步跟上去，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沙发上坐得端正的老者，60、70岁的模样，看似儒雅，实则暗藏杀机，只是看一眼便叫人遍体生寒。而在穆婉面前一向表现得骄纵乖戾的穆金瑶，此刻却规规矩矩地坐在穆伯山对面，笑颜如花，甚至还隐隐透露着几分恭顺，仿佛刚刚在楼上骂人的根本不是他。三叔公，您今个怎么得空过来走一趟？也不提前通知一声，爸妈和哥哥他们都不在家。实际上在心里冷笑，老不死的东西，故意打听好了，趁着这个时间段来的吧。还好爸妈多留了个心眼，让我先守在家里，要不然让穆婉独自应对这黑心肝的老家伙。穆伯山嘴角咧开一抹弧度，大侄孙女，瞧你说的，哦不，现在你是二侄孙女了。说到这里，他又有些懊悔的改口，继续道：大侄孙女昨天刚回到穆家，我这做长辈的，即便再忙，也该来送点见面礼不是？怎么，你姐姐还没下来呢？穆金瑶笑得有些僵硬，很快又调整好，答道：她估计还要磨蹭好久呢，毕竟是在外面养大的，没什么规矩。你身为妹妹，怎么能这么编排自己的姐姐？要知道，你锦衣玉食的生活原本是属于她的，现在更应该多引导她才是。这句话说的仿佛是真心实意为穆婉着想一般，亦或是早就知道了她在不远处，故意说给穆婉听的。三叔公，你以前不是最疼爱瑶瑶了吗？现在竟也开始教训我了。穆金瑶撇嘴，哈哈哈，你啊，昨个就听说你跟家里闹别扭，怎么今天气还没消？老东西的消息还怪灵通的呢。这就被他知道了。这时穆婉也慢慢走到了他们面前，并且怯生生地对着穆伯山喊了一声：三叔公好，显得乖巧又拘谨。哎，好孩子，站着干什么？到三叔公旁边来坐。面对女孩时，他骤然露出了一抹和蔼的笑容，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尤其是在看清楚穆婉的容貌时，眼底的算计几乎要溢出来。可惜现在的他根本不敢和她对视，只是规规矩矩地低着头。只有穆金瑶看得清，脸色也渐渐冷了下来。你耳朵聋了吗？三叔公跟你说话你听不见，半天都不知道动一下，别站那碍眼。这句话是对着穆婉说的。瑶瑶，别这样说你姐姐。穆伯山不悦地斥责她。女孩被呵斥了一声，赶紧按照穆伯山的话，准备坐到他旁边沙发的空位上。但是下一秒，又听见穆金瑶开口：站住，长幼有别。三叔公客气一下让你坐过去，你还真敢啊？还不快到我这边来？那副颐指气使的模样，实在让穆伯山看不下去。好了，在我面前哪需要讲究那么多？婉婉是吧？随便坐。最终，穆婉还是坐到了穆金瑶旁边。三叔公今天特地给你带了礼物，庆祝你回家，以后都是一家人了，也该多往来走动。穆伯山的话音刚落，他身后的人就捧着一个盒子递到穆婉面前。穆婉小心地接过，谢谢三叔公。穆金瑶盯着那个盒子，弯了弯唇，这么大一个盒子，一定很贵重吧？姐姐不打开看看吗？穆婉刚要动手打开，穆伯山就开口了：哎，慢着，不如你晚点拿到房间里再打开，保留点惊喜感。穆金瑶眸子微微一闪，然后立即吩咐赵姨：快帮大小姐把礼物拿上去放好。好的，二小姐。赵姨动作很快，三人又聊了些有的没的，然后穆伯山扬起笑意：好了，人也见了，礼物也送了，今天就到这吧，我还有事。他说着慢慢站起身，往门口走去，但脚步突然一顿，他回过头来，脸上依旧挂着笑意。这小丫头不打算送三叔公吗？眼看穆婉就要行动，穆金瑶率先走到穆伯山身边：三叔公，他不懂规矩，还是我来送吧。我突然想到，后备箱还有一件东西特别适合婉婉，要不顺道跟我去拿？他也笑着，语气还有些嗔怪：瑶瑶去帮他取回来也是一样的。怎么，三叔公还怕我抢了他的礼物？既然这样，那就走吧。穆金瑶一路将穆伯山送出去，穆婉有些好奇，就在后面远远地跟着。走到一半，穆婉突然察觉到一丝异样，似乎有一两只小耗子在后面跟着，但穆婉仍旧不动声色地继续往前走。毕竟在这个家里，穆婉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柔弱不堪的大小姐，那股致命的威胁感愈发逼近，连她都不由得浑身紧绷起来。穆婉能清晰地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朝她后脑勺疾驰而来，千钧一发之际，一块木板从女孩右侧飞来，并且贴着穆婉后背划过，将暗器挡下。接着那木板旋转几圈，滚进了左侧的花圃中。穆婉闻声回头，
只见一只体型巨大的混血狼犬紧跟着从女孩身后掠过，钻进花圃之中，叼起那块木板就往另一处跑。这时候他神情凶狠，而他去的方向似乎也有一道黑影窜过。还没等木婉细想，周世坤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他面前，一脸歉意：“抱歉，大小姐，我刚刚正在训练富贵，不知道您在这里，差点误伤您，请大小姐见谅。”富贵，刚刚那只狼狗还真的有点反差感。是的，周世坤平静的回答，但内心却有点小惊讶。大小姐看见富贵时竟然丝毫不惧，换作是京都其他的千金名媛，早就吓得花容失色了。最后总结，不愧是先生和夫人的女儿，好吧，没关系，看着还挺有意思的。一个管家拥有这么厉害的身手，可不是有意思吗？而就在这个时候，木婉又听到了一阵不合时宜的声响，尤其是一声男人凄厉的惨叫，格外刺耳。周叔，那边是什么声音？木婉好奇的开口询问，还朝那个方向探头望了两眼。周世坤不动声色的挡住他的视线，脸上没有什么多余的表情，应该是佣人们在陪富贵训练。同时他内心很惊讶，那动静很远，连他都只是勉强听到。大小姐竟然这么敏锐，我能过去看看吗？下次吧，现在二小姐应该已经拿好了礼物，准备回来找您了。木婉轻轻捂住嘴，面露惊讶。周叔刚才明明不在场，竟也知道的这么清楚。那会儿他既不在主厅内，也不在门口附近。周世坤面色一僵，但很快恢复正常。我听赵姨说的，好吧，那周叔跟我一起去吗？不了，大小姐，我还要去陪富贵训练。木婉点了点头，转身继续往前走。周世坤看着他的背影，暗暗松了口气，然后眼神立马变得很厉，朝相反的方向走去。木婉没走几步，就碰到了折返的穆金瑶，他手上空空如也。妹妹，三叔公说要给我的礼物呢，你不会真私吞了吧？木婉故作震惊和伤心的姿态，他没忍住，翻了个白眼。以他的身份，想要什么没有，还会惦记你这点东西？那我的礼物呢？木婉朝他伸手，他毫不留情地拍开那只手。那老家伙说是寄差了，根本没放进后备箱，让我白跑一趟，怕是故意想要引他过去吧？那老不死的心思脏得很，谁都不知道他下一秒会搞出什么事情来。那真遗憾，木婉被他打了也不恼。行了，没事就回房去，别在外面瞎晃悠。送走了那尊瘟神，我也该去处理自己的事情。这里不是家吗？为什么叫外面？我走走也不行吗？木婉不解地反问。暂时还不行。穆金瑶说了一些没头没脑的话，家里好多地方都还没清理出来，什么虫蚁蛇鼠的都有。之前爸妈是不在意，现在你回来了，某些东西就不能留了。木婉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那好吧。于是木婉老老实实回房间去了。这时候赵姨还在木婉门口守着。赵姨，你一直都在这没动吗？是的，等大小姐回来。既然连楼都没下，而始终待在外面的周叔又是从哪里听到消息的？等他干什么？没事，既然放好了那份礼物，你直接去忙自己的事情就好了。木婉朝他挥挥手，示意他下去。好的，大小姐。木婉走进房间，端起桌上的盒子仔细检查起来。盒子有被开过的痕迹，再打开看看，里面是一条价值不菲的手链，没有什么其他的异常，或许是被赵姨清理过了。穆家的人还都挺谨慎。木婉将手链戴上，欣赏了一番，值钱的东西谁不喜欢呢？此时穆伯山在回去的路上一直冷着脸，尤其是回到他的别墅之后，心腹们齐刷刷跪了一地。今天的3个方案没有一个成功，还折损了2、3个人手，被主家抓到了把柄。穆伯山端坐在书桌前，他从不当众吸烟，对外永远是一副儒雅读书人的模样，但在自己的领域，雪茄盒永远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指尖常沾着若有若无的烟草味，暴怒时才会点燃一支，却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燃尽。就比如现在打草惊蛇，后面再想对他下手，可就难了。好半晌，他才喃喃一句，心腹们一直跪着，腿都麻了，没人敢接话。穆金瑶那丫头片子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一次次坏我好事。其实比起穆婉，穆伯山更想要弄死的是穆金瑶。想当初他刚被接到穆家的那会儿，一副不谙世事的小白花模样，是个好掌控的。于是他花了3年时间取得了他的信任，而后的10年一直比较顺利。就当他想要把穆金瑶彻底转化，成为自己手中的傀儡，对穆家发难的时候，却被他狠狠地上了一课。他老谋深算多年，第一次看走了眼，这丫头片子妥妥是个白切黑，他竟然被他耍得团团转。穆远峰夫妻俩还真是有能耐，养的子女一个比一个难搞。现如今的穆婉，他不能再错过。算了，都起来吧。穆伯山朝地上的一群人抬了抬手，来，一人说一个点子，我们下次该怎么做？有人弱弱的提了一嘴，只针对大小姐吗？还是连穆金瑶一起？真假千金总有一个要站不住脚的。从我们现在的关系来看，离间他们不难，尤其是大小姐可没有穆金瑶那么聪明。晚饭时，刚工作回来的穆远峰一家5口，从穆金瑶嘴里得知今天白天发生的事情后，脸色都是一沉，饭桌上的气氛格外凝重。看来我们以后都要留一个人在婉婉身边陪着。确实，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还是得让她渐渐适应我们的生活节奏。还早呢，不急，慢慢来。毕家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聊着，穆婉睡了个晚午觉，所以下来的时候迟了些，都在那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你们在聊什么呀？然后落座，态度明显比昨天刚回来的时候放松了不少。没什么，在家里住的可还习惯，很好，妹妹对我也很好。穆婉特地看了一眼穆金瑶，只见她冷哼一声，别过头去，懒得看穆婉。那就好，你跟你妹妹都是同龄的女孩子，有什么事情更方便交流一些，我们也会让她在各个方面多带带你。陆清河温和地说。啊，穆金瑶打断了陆清河的话，不满道，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有多忙，还要加派任务给我，这都是你应该做的，多照顾姐姐怎么了？就这点事情还推三阻四的，你还是不是穆家人了？穆景耀听不下去，开口道，他有你什么事？你也是穆家人，你怎么不天天照看他？穆景耀双手一摊，我当然乐意，但是我会带他进娱乐圈吗？娱乐圈那个大染缸，你问问爸妈，舍得让我带妹妹暴露在镜头下？再说了，我1个月都难得回来一次，确实不方便。穆晨宁推推眼镜，说道，我整日在医院和研究院穿梭，妹妹跟着我受不住，会对她的身体产生影响。穆行之也紧跟着开口，婉婉愿意跟着我也行，就是工作量太大会很辛苦。一家之主穆远
风发话，婉婉跟着瑶瑶是最好，有空的时候也带着她慢慢融入到你的圈子里去，并且不能被人欺负，顾着姐姐知道不？穆金瑶不情不愿哦了一声，一家人陆陆续续开始埋头吃饭，吃到一半，那个婉婉啊，妈妈有件事得跟你说，就是咱们家10几年前就和顾家有婚约的，现如今你们都到了合适的年纪，或许用不了多久就该履行婚约了。本来这个婚约就是为你和顾家那小子定下的，后来落到了瑶瑶头上，但现在你又回来了，我们可能还得商量一下。说句心里话，他们并不舍得让穆婉嫁过去，她才回来没多久，还没来得及跟他们培养感情呢。婚约，妈，你们不用纠结的，这本早就是妹妹的婚姻了，我肯定不会和她抢。你们从小就把她当做真正的穆家千金精心培养，她也足够优秀，顾家更是满意她这个未来儿媳。我怎么能夺人所好？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到时候怕是会丢了家族的脸面。即便是嫁过去也难当大人。穆婉当然是不想去联姻的，再加上穆家以及顾家对这桩婚事应该都很满意，她没必要去当这个变数。以穆金瑶的性子，怕是已经把那位顾家太子爷当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穆家人再次面面相觑，欲言又止。穆金瑶差点没摔了筷子，乱说什么？谁满意了？这婚事本来就是你的，可不要安在我头上，我不要。穆远峰和陆清河有些尴尬地看着穆婉，婉婉，别介意，你妹妹她脾气就这样。我分析的不对吗？穆金瑶居然还不想嫁，即便顾家是什么豺狼窝，以她的性子和手段进去应对也是手到擒来吧。瑶瑶，好好说话，别吓着你姐姐。这是什么情况？你妹妹她对那顾家小子没想法，所以联姻可能还是得看你的意思。当然，你要是实在不愿意的话，我们想办法退婚也是可以的。穆金瑶又要闹了，当初我说不想嫁的时候，你们可没有这样安慰过我，还说不是偏心。退婚的话对家族影响很大吗？其实穆婉十分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但她还是装作不知道。废话，两家联姻作废，而且还是我们穆家违约的话，说不定多年的合作都得土崩瓦解，损失不可估量。穆金瑶很快接话，是这样的吗？穆婉又看向其他人，只见他爸妈和哥哥们齐刷刷的点头。虽然他们并不想逼着穆婉联姻，但是这确实事关重大，不是任性就可以解决的。穆婉没有表达自己愿意或者不愿意，而是将视线落在穆金瑶身上。妹妹为什么不喜欢顾家少爷？穆金瑶轻哼一声，嘴角勾起一抹傲娇的弧度。我这个人啊，没什么特别的爱好，就是嫉恶如仇。顾家的那个纨绔，不是女孩说话难听，但我的确看不上她。穆家人听到他这番话，都觉得见怪不怪了，只求他在外面的时候别这么大言不惭就行了。女孩轻轻挑眉，心里暗道，嫉恶如仇也好，不过他说顾家太子爷是个纨绔。他查到的资料好像不是这样的，纨绔？不会吧？为什么这样说？穆金瑶笑了。顾家掌权人膝下有两子，一个是长子顾望，圈内贵族们给顾家面子，尊称他一句太子爷，但背地里的嘲笑和数落可不少。他也丝毫没让大家失望。京都圈里出了名的20祖，吃喝嫖赌样样精通，更是有夜场撒旦之称，玩得不知道有多花。穆金瑶说完后，依旧笑盈盈地看着穆婉，穆婉嘴角略微抽搐。这顾家大少爷确实是个人才，那既然有2个儿子，大儿子这么不堪，为什么不把二儿子定为继承人呢？顾家二少爷顾朝先天体弱多病，且对继承权毫无兴趣，事事以他哥哥为重，经常帮忙处理烂摊子。说来也是个倒霉孩子，摊上这么一个哥哥。穆婉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听穆金瑶这么一说，穆家人确实也觉得这门婚事是个大火坑，我们2个都不能跳进去。婉婉、瑶瑶，再给爸妈一点时间，我们想想两全其美的法。退了这门婚事，穆婉当然不会多说什么，乖乖点头。好的，然后又有些好奇地看向陆承彦。婉婉和妹妹的婚事先放着不谈，大哥呢？未来嫂嫂有着落了吗？他象征性地咳嗽一声，有联姻对象啊，又是联姻。这么说不是大哥真心喜欢的人吗？生在穆家，身不由己。陆承彦很平静，相较于感情，他更喜欢利益。那二哥呢？我有喜欢一个人。穆晨宁声音冷冷的，看着就是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三哥，穆婉话还没说完，就被穆景耀打断。妹妹啊，干我们这一行是万万不能谈恋爱的，而且前头还有大哥。二哥顶着，我急什么？就这样度过了相安无事的一晚。第二天一早起来，穆婉发现一大家子人已经没有了踪影，只能偶尔看见佣人们各忙各的。赵姨、瑶瑶妹妹也不在家吗？回大小姐，二小姐正在梳妆，晚点准备出门。她要去哪？居然不带我去。穆婉有点不高兴，昨天还说好了要照顾我呢。穆金瑶房间的门就被猛地打开，你说话能再大点声吗？我在房间里都听见了。此刻的她已经全副武装，打扮好自己，端着下巴，神态好整以暇地看着穆婉。我要去的可不是普通场合，你真想去也不是不可以，但到时候要是给我丢脸了。哼哼，穆婉一脸委屈地看向赵姨，赵姨你看，妹妹果然嫌弃我，我还是去找爸妈和哥哥们吧。穆金瑶拳头都硬了，怎么还学人家小孩告状呢？你那什么语气，说的好像我欺负你一样。穆金瑶轻轻踹了一脚房门，使门开得更大一些，然后让他的专业造型团队来给穆婉做造型。去，到时候被欺负哭了可别找我。他撂下这句话，然后转身去自己的衣帽间给穆婉挑礼服去。1个小时后，我们2位小姐精致出门，前后都跟着好几辆保镖车，排场极大，低调可惜实力不允许，路人见了唯恐避之不及，只敢远远的羡慕地望着。天哪，那是穆家的车吧？听说那位真正的穆家大小姐回来，怕是要有好戏看了。第9章，进宫庄园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行驶到了京都北部云起山顶的进宫庄园，这里是陆家的私产之一。在陆金瑶18岁成人礼的时候，陆晨君和沈清兰把他送给了他。以后这个地方一般就作为豪门少爷小姐们娱乐和聚会的地方。整体面积不算大，但极致奢华。庄园正门口装有好几个隐藏摄像头，对进入的宾客进行人脸扫描，自动匹配人脸，并且录入数据库。一般人是绝对没有资格进去的，如果是常客，那基本上畅通无阻。身份尊贵的则是由庄园负责人亲自接待入内，而陆金瑶更不用说，他一到场，庄园所有人停下手头工作，全部聚集到门口迎接他。陆之福就这么跟着他风风光光的到达了鎏金前厅。巴洛克风格大厅，地面铺的是国外进口的古董镜面瓷砖，水晶吊灯下悬浮着机械钟摆，每摆动一次高科技餐桌自动更换一次餐品，到处都是琉璃色彩，目不暇接。因为陆金瑶是主家，所以来的比较早，这会儿还没什么宾客到场。怎么，
看呆了。等会儿可千万别给我丢人。他迈着优雅的步子一步步往内走去，时不时指点一下佣人和侍者，调整布局，或者是随口说出任何一个身份贵重的客人的饮食禁忌，从容不迫，控场极强，甚至都不需要多说，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他的人就知道他想要表达的意思。陆之福静静跟在后面，跟着陆金瑶从流金前厅穿过铺满波斯红毯的暗廊，听说这里是资源置换区，具体怎么操作他还不清楚。然后途径水屋花园，地面是单向玻璃，恒温玻璃花房内喷洒着香雾，置身其中久了，似乎隐隐有种置换的感觉。最中央是玫瑰亭，最后到达主宴厅，然后被陆金瑶带入休息室。你呢？先在这里等我，等到人齐了聚会开始，我再把你介绍给他们认识。好。陆之福点头。临走前，陆金瑶还特地留了几个佣人守在这个休息室外面，避免有不长眼的东西闯进去冲撞了他，然后才着手去安排宴会事宜。这次的聚会12点开始，后面还有不少娱乐项目，够他们这群少爷小姐玩的了。尤其是晚上还有假面舞会，虽然陆金瑶本人一般是不参与的，在京都排得上号的豪门家族，少说也有20-30家，其家族内的平时经常出席娱乐活动的同龄少爷小姐们更是不少，而陆金瑶基本上全部给他们发了邀请函，而他们这些人基本上都知道陆家真正的大小姐回归的消息，都上赶着吃瓜，没有一个缺席的。今天一定会特别热闹。即将到12点的时候，人基本上都来齐了，他们像往常一样3-5成群的聚集在一起。不过这次他们讨论的话题只有一个，明里暗里都在将陆之福和陆金瑶做对比，更多的就是好奇这位从小流落在外的陆家血脉到底长成了什么样子。当看见陆金瑶现身的时候，平日里与他交好的那几个直接围了上去，你一言我一语的问出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瑶瑶，你今天穿的太好看了吧？这是想美死多少人？他身上穿的是国内顶级设计师为他量身定做的青瓷赋系列礼服，低调优雅又不失奢华，主色调为天青釉，灯光下泛着雨后湖面的冷光，暗处转为深海墨蓝。上半身采用苏绣云纹纱，透肤度恰到好处，鱼尾裙摆嵌有微型磁石，可随时吸附固定，防止被恶意踩踏。行走时裙摆纹丝不动，自带气场。更绝的是妆容，特意保留自然唇纹，黑发盘成低髻，一只和田玉簪横贯发间，处处透露着中式贵气。还是我们陆家大小姐气质卓绝，别说被接回来的那位，就算是我们也难比得上。那位可是货真价实的陆家大小姐呢，是不是该改口了？改什么口？在我们心里，只有瑶瑶才是大小姐。对了，瑶瑶，你家那位怎么没来啊？不打算带她出来见见世面？也好，让她见识一下你的排场。有些东西，即便是她回来了，也是抢不走的。要不还是算了吧，拉低咱们进宫的档次。听说还是贫民窟出来的，左右不过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村姑，拿什么跟你比？在场的都是人精，用脚想都知道陆金瑶肯定跟陆之福不合，所以说出来的话也基本上是捧一踩一。少数中立派准备再观望观望，还有部分看不惯陆金瑶行事作风的，就暗暗嘲讽两句。即便是落魄的凤凰，人家身体里流的也是真血脉，某些人再怎么包装，也永远越不过这道坎。陆金瑶静静地站在人群中，嘴边挂着浅浅的笑意，手指捏着鎏金古瓷杯，既不接话，也不反驳。他什么样子，你们很快就能见到了。一句话说的模棱两可，让人捉摸不透他的真实想法。他的态度倒是让在场的众人更加感兴趣起来。在即将开宴时，陆金瑶吩咐庄园负责人去把陆之福请过来，他们都在等着这一刻，也不着急开宴，全都时不时朝门口望过去。一众豪门子弟，光是分席坐那儿，气场就已经很足了，更不要说他们集体审视一个人的时候。换做任何一个普通人，100分百怯场吧，估计走进来的腿都是软的。再瞧瞧人家陆金瑶，端坐在那儿，上位者的气势铺路无遗。还没过几分钟，就有人抱怨道：“怎么那么慢啊？不是不敢来了吧？”我也是说的，这人从哪里请过来的，需要走那么久？这是还没开始就拿桥了，我们的时间宝贵的很，要不还是别等他了，直接开始吧。偏偏就是这个时候，有侍者来汇报了：“各位少爷小姐们，稍安勿躁，陆之福小姐已经带到了。”众人纷纷来了精神，转头朝门口望去，有些甚至都已经想好了奚落的话语了。第10章，一切照旧。就见进宫负责人之后，一道绝美的身影缓缓走来。宴会主厅衣香鬓影，觥筹交错，但陆之福出现之后，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无数道目光齐刷刷落在他身上。他穿着9厘米的高跟鞋，一步一步踩在红毯上，朝着陆金瑶所在的方位走去，仪态无可挑剔，每走一步都似乎提前丈量，并且训练过千百遍那般精准，气势竟丝毫不输在场所有人，更不要说怯场了。在满是西式礼服与钻石珠宝的闪耀中，他的新中式装扮如同一幅行走的水墨画，清雅脱俗又贵气逼人。礼服的主色调为季青色，领口和袖口点缀象牙白滚边，内衬是进口真丝缎，外层是苏州缂丝面料，上面绣着传统的云水纹祥，也是青瓷赋系列，出自同一设计师之手。这么一看，他跟陆金瑶倒真像是亲生的两姐妹一般。两人站在一块，其他所有人都被衬托得黯然失色。不对，应该说他比陆金瑶更加耀眼夺目。光是那张完美继承了陆家基因的脸，就令他们移不开眼睛。说是天生尤物也不为过吧。眉如远山寒带，不画而翠，凤眼勾人，眼尾自然上挑，瞳色如倾在清泉中的墨玉，流转间潋滟生辉，视线扫过他们时，带着3分蛊惑，7分冷漠，美丽甚至令人不敢与之对视。现场寂静的可怕，而他们的反应似乎早就在陆金瑶的意料之中。他只是浅浅地挑了一下眉，直到陆之福走到陆金瑶旁边，他才淡淡开口：“你们好，我是陆家大小姐陆之福。”他甚至比陆金瑶还要从容不迫。这会儿轮到陆金瑶诧异了，
就好像他在家时的那种拘谨，完全是装出来的一样。他竟真的丝毫不怯场，全场哗然，众人的惊叹声此起彼伏。没想到这位陆家大小姐和他们想象中的相差甚大，即便是心高气傲的他们，也不由得为之惊艳。甚至还有人质疑，不可能吧？这真是陆家大小姐，贫民窟出来的那位？莫不是陆家人为了保护真正的血脉，把她送到哪里去秘密教养了？不然怎么可能养出这种气度的女儿？说她是从贫民窟出来的，他们1万个不信。先是陆金瑶，现在又来个陆之福，让我们这群人怎么活？只有我关注的是裴家太子爷吗？艳福不浅啊，再艳福不浅，也只能娶一个，我还有机会不？这些都是明面上的话，实际上不少人暗地里目光都在两姐妹身上来回扫视。不是说2人不和吗？就这穿着打扮，不是姐妹款就是闺蜜款，像是不和的样子。尤其是陆之福妆造的精致程度，一看就是陆金瑶的专业团队弄出来的。陆金瑶愿意松这个口，将妆造团队借给他，就说明他们名不是传言中的那般水火不容。同时，他们也想看看被抢了风头的陆金瑶此刻到底是什么态度。瑶瑶，你吱个声啊！这位真是你姐姐？如假包换。陆金瑶轻轻颔首，还是那副高傲的神态，没有要跟众人过多解释的意思。妹妹，不打算跟我介绍一下你的朋友们吗？陆之福主动开口。陆金瑶冷哼一声，他们不就在那儿吗？我来，自己问去。众人对视一眼，看来陆金瑶确实不怎么待见这个姐姐。不过陆家大小姐的面子还是要给的。不少人主动凑上去跟陆之福结交，尤其是那群少爷们，见着他直接两眼放光。只是看在陆金瑶的面子上，不敢表现得太过明显罢了。陆之福半推半就地接受他们的聊天邀请，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这群少爷小姐们的面子还是要给的。多数千金小姐围在陆金瑶身边，看着中间众星捧月的陆之福，为他打抱不平。瑶瑶，你就这么看着他抢了你的风头？要知道，你才是陆家精心栽培的人。就是我真为你不值，瑶瑶，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等会儿必定让他出丑。陆金瑶脸上没什么表情，朝他们摆了摆手，不过是多了一个人而已，你们玩自己的，一切照旧。但总归是有那么1-2个爱找茬的。我是陆大小姐哦，不，应该是陆二小姐了。陈家的千金突然开口，说到一半又一脸懊恼地捂住了嘴。你怎么还一副主人家的做派呢？这进宫可是陆家主送给陆家大小姐的，你这接的名不副实啊！现在人家正主来了，你不该挪挪位置。陈氏集团在京都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平日里也是他最爱跟陆金瑶叫板，这会儿抓到一个大好机会，他可不会放过。你这说的什么话？进宫可是实实在在写了我们瑶瑶名字，早就是他的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这又不是你我能决定的。有几个陆金瑶的小姐妹开口为他说话，而他本人则是淡定得很。要是姐姐能接得住，我让出这进宫也无妨。这句话中多多少少带了几分轻视和嘲讽，在场众人也不由得笑了起来。即便是让给陆之福，他什么也不懂，能经营得好吗？既是妹妹的东西，我还不至于夺人所好。陆大小姐这不争不抢的性子，在那会吃人的陆家可是活不久的。陈小姐见陆之福没顺着她的话说，暗骂他不识好歹。算命先生说过，这辈子我一定会长命100岁。陆之福嘴角挂着浅笑，什么都不在意的样子，让陈小姐有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好了，都聚在这做什么？玩游戏去吧。陆金瑶率先离开了主宴厅，到了旁边的片场，从头到尾没看陆之福一眼。不少人跟上他的脚步，剩下的则是继续留在陆之福身边，企图从他身上探出一点消息。不好意思，吃杯一下，你们先玩。他委婉地拒绝了这些少爷小姐们的邀请，往人少的地方去了。要不然这样被人围着还怪难受的。第11章，金圈太子爷男模。陆之福避开了人群，准备自己去吃点东西，但是在穿过暗廊之后，迎面碰上了一个男人。他不由得多看了他2眼，一张俊脸仿佛被上帝亲手捏过，骨相极佳，下颌线锋利如刀削，笑起来时却瞬间破功，脾气里混着少年感，眉形浓黑飞扬，不修边幅却意外的好看。眼睛是典型的桃花眼，眼尾微挑，黑眸清亮如星子，看人时总带着3分戏谑，7分不正经，隐隐带着几分慵懒的爆发力。走路带风，嚣张至极，迈步像 T 台走秀，单手插兜，浑身上下写满老子天下第一帅。陆之福似乎知道这货是谁了，鼎鼎大名的金圈纨绔啊，不，太子爷。看来他确实从国外回来了，不过刚刚在主厅没有看到他的身影，而且以陆金瑶的性子，肯定也不会邀请他，所以他是自己偷偷混进来的。能混进进宫也算有点本事。陆之福并不想跟他有过多牵扯，仅仅是多停留了2秒，就准备绕过他。但是裴金旺却突然伸手拦住了他，说出来的话更是十分的不着调。小美人，你刚刚多看了我2眼，是不是暗恋我？他满脸黑线，果然如传言中那般，白瞎了这货这么好一副容貌和嗓音，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暗恋什么？他硬是忍住了，没有赏他一个白眼。嘘，别狡辩了，我明白的，没有人能在我极致的魅力下幸免于难。陆之福 NND 拳头硬了，懒得这种人掰扯，他干脆直接转身离开，朝另一个方向走。哎，你去哪儿呀？等等我们还没聊完呢。裴金旺死皮赖脸的跟了上去，好在没人注意到这边的动静。小美人，小姐姐，你是哪家的呀？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陆之福被他跟烦了，回头瞪他一眼。你又是哪家的？我怎么没见过你？我当然是你家的，你忘记了？好好说话，你到底哪里冒出来的？刚刚开宴的时候你可不在。好吧，我摊牌了。裴金旺故作无奈地摊了摊手，语气凝重起来。其实我是陆金瑶小姐请来陪酒的男模，
陆之福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死，这家伙是真的不把自己的名声当回事啊，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再说了，陆金瑶点男模，他这样败坏他的清誉，就不怕被打死？也难怪他看不上裴金旺。怎么，你不相信吗？裴金旺突然朝他靠近，不信的话，你可以亲自体验一下的。滚远点！陆之福忍无可忍，对着他的俊脸就是一拳，奈何被他躲过了。他有些小惊讶，不过也只是一瞬，毕竟他没使出什么力气。怎么漂亮的都这么凶残？抖？你说的还有谁？陆之福抓住了重点，当然是大名鼎鼎的陆金瑶小姐呗，凶悍的很。哦，这话怎么说？裴金旺又趁机靠近，悄悄对他说了一句：因为我亲眼瞧见他杀人了，手段异常恐怖。是吗？陆之福轻轻勾起了唇角。怎么？你还不信？那我没办法了，当时没敢录像。那他请你来，你怎么还同意了？不怕他杀你灭口？这个也没办法，他给的实在太多了。陆之福，还给他装上瘾了是吧？那就找你的金瑶小姐去，别缠着我。不，他那样的我可不敢要，谁娶回家谁倒霉。裴金旺嘴里说着害怕的话，脸上却笑嘻嘻的。陆之福也跟着他笑，然后抬手指了指他身后的黑脸的人儿，在你身后呢。裴金旺浑身一个机灵，猛然对上陆金瑶那张冷脸，立马闪现，窜到陆之福身后去。吓死小爷了，还是小姐姐，你人美心善，不然我必定小命不保。陆之福跟他拉开距离，我不认识这个人，话都是他说的，还自称是妹妹你请来的男模。裴金旺瞪大了眼睛，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他。你怎么能这么快就出卖我？哦，那下次我先等下。陆金瑶眼神在两人之间来回扫视，周身的气势更冷了。能请到堂堂裴家大少爷来当男模，确实是我的荣幸。刚好这时，看热闹的众人全都围了过来，猝不及防的听见这句惊骇世俗的话，全场听取蛙声一片。我靠，我听到了什么？裴家太子爷来了？这几年他不是一直在国外吗？就是啊，刚刚也没看到他在场。男模？不可能吧？我们可能是隔得太远幻听了。有没有一种可能，以他的性子，还真干得出这事儿？那咱们也可以点播，还是单单是瑶瑶小姐一个人的？菌子吃多了吧？哪有我们的份儿？顶多是陆家大小姐和二小姐2个人的。这是什么修罗场？太劲爆了吧！我没来的时候，是不是还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一群人叽叽喳喳的，直接将这里变成了菜市场。陆之福更是越听越无语。都闭嘴！陆金瑶发话了，威慑力十足。他紧接着看向裴金旺，眼神中是毫不掩饰的嫌弃。裴大少爷不请自来，这次我就不计较了。不过，希望你可以离我远点，以及离我们陆家人远点。说完这句话，他别有深意的看了陆之福一眼。那不得行，我们两家不是还有婚约的吗？快要到履行的日子了。裴金旺语出惊人，就是偏要呛陆金瑶。在场的少爷小姐们更是来劲个，一个个卯足了力气，准备近距离吃瓜。陆金瑶蹙眉，死死盯着他。你不是一身反骨，一开始就反对这门婚事吗？还特地逃婚，逃到国外去。他很早就知道，不过正合他意，因为他也不可能嫁给一个纨绔子弟。但现在裴金旺怎地就变卦了？娶你我当然不乐意啊！裴金旺切了一声，这不是听说你们陆家真正的大小姐回来了？我来瞧瞧我未来媳妇。第12章，为他出头，陆金瑶全都应了，但是他硬生生忍住了。那你现在见着了，怎么说？裴金旺笑嘻嘻地凑到陆之福身边，特别满意。看到他的第一眼，我就已经深陷爱河。陆之福，在场的人都挺替他尴尬的，但是更乐得看戏。你早就知道他是谁？陆之福也跟着问。对啊，我明明没有告诉你我的身份，你怎么一眼就知道是我？他的信息，尤其是照片，从来没有公布过。你刚刚都喊他妹妹了，这不难猜吧？不对，你明明从一开始就知道，目的性很强。陆之福的直觉很准，这家伙肯定就是冲着他来的。裴金旺像模像样的朝他鞠了一躬，谢谢未来媳妇，把我想的这么聪明绝顶。陆之福，他真的好久没这么无语过了。周围都是起哄的，裴金旺偏偏还好死不死地对着陆金瑶开口：“二小姐，对于我和陆大小姐的婚事，你一定是没有任何意见的，对吧？”只见陆金瑶的脸上扬起笑容，并且愈发灿烂。当然没有。然后表演了一个瞬间变脸。来人，把这货给我扫地出门。陆之福在旁边赞同的点点头，干得漂亮。不是，你咋这样话还没说完就被进宫的保镖轰出去了？得，金圈太子爷的笑料又增加一个。剩下的少爷小姐面面相觑，暗自憋笑。进宫门口，裴金旺的手下们已经等候多时了。看见自家少爷被扫地出门，丝毫不觉得意外，反而甚是欣慰。大少爷不愧是出国进修了3年，这次居然足足在里面待了10分钟。对，大少爷太厉害了。裴金旺上前一人给了一脚，不会夸就不要硬夸，滚蛋。进宫内，尴尬还在继续。所有人看着陆之福和陆金瑶欲言又止。陆大小姐手段还真是高明，初来乍到就把裴大少爷的心给勾走了，连自己妹妹的未婚夫都要抢，真不要脸，白瞎了那一副好看的皮囊。还是有心直口快，说话不过脑子的人站出来给陆金瑶打抱不平。在他们眼里，陆金瑶和裴金旺才算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陆之福刚回来就这也要争，那也要抢。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要抢裴金旺了？你还狡辩？要是你对他真的没有任何心思，他又怎么会说出那样的话？陆之福被气笑了。那么依你之见，我应该怎么做？你就应该避嫌，离他远远的，甚至不该出现在这种场合。我们的圈子不是你硬挤就能挤进来的，这个圈子连你一个上不得台面的私生女都能混进来，我堂堂陆家大小姐怎么就不能？此话一出，全场哗然。
开口说话的那位千金，家族实力还算雄厚，尤其得父母宠爱，养成了骄纵跋扈的性子。之前也有传言说他妈是小三上位，但消息都被压了下去，知情人也都默不作声。现在被陆之福当众点破，大家都在看笑话。陆金瑶眼神中再次闪过一抹震惊，他是怎么知道的？周叔告诉他的，但他怎么可能记得那么清楚？尤其是开口说话的那位小姐，可并没有自报家门，她为什么能精准对号？众人还没有从震惊中缓过神来，就见陆之福继续开口：“我妹妹都还没说什么，你却这么着急？要我说啊，真正急于陪嫁太子爷的是你吧？”那位小姐原本姣好的面容，这会儿显得有些扭曲。她抬手指着陆之福，似乎恼羞成怒，口不择言了：“你胡说！陆家怎么生出了你这么个东西？哦，不对，你本来就是贫民窟出来的，说不定就是个野种嘛！居然还敢吃货我的身份，过来！”那位小姐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陆金瑶打断。她见陆金瑶笑着朝她勾勾手，示意她过去，以为是自己刚刚的发言深得她意，要被夸赞了，于是赶紧凑上前去，想要邀功。但是下一秒就被一巴掌狠狠甩在脸上。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敢拿我们陆家说事？陆之福搭了一句枪，就是。那位小姐懵了，在场大多数人也懵了，因为陆金瑶在公众场合都是一副端庄得体的模样，很少当着众人的面发火，尤其这次还是为了陆之福。为什么？他们不明白，说好的水火不容呢，怎么还会为他出头？哦，不对，说不定陆金瑶只是单纯维护陆家而已，跟陆之福没关系。瑶瑶，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针对他而已，没有想诋毁陆家。那位千金捂着自己的脸，都快要哭了。他还是第一次出这么大的丑，即便是心底愤恨无比，但他也没胆子跟陆金瑶叫板。陆金瑶的笑意更深，就连声音也格外温柔。看你现在的状态，也不太方便参加接下来的活动了，不妨回去好好休养休养。来人，请这位小姐出去。这算是委婉的下逐客令了。那位小姐彻底傻了，她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要是让家里人知道，她把圈子里最不能得罪的人给得罪了，非骂死她不可。不是的，瑶瑶，我进宫的人动作很快，见那位小姐不肯配合，于是生拉硬拽把人给弄走了。众人再转过头来，看着站在陆金瑶身边姿态有些嚣张的陆之福，都唏嘘不已。到底几个意思啊？到底是自己的地盘，威风耍的就是爽。陈小姐十分不满地切了一声，然后扭扭身子去别处了。其他人见状也都嘻嘻哈哈地散开，留下陆金瑶和陆之福两人小眼瞪小眼。你怎么就惹上他了？陆金瑶蹙着眉头，不知道啊，走着走着他就粘上来了。陆之福摊摊手，一脸无奈，一个两个的真令人头大。陆金瑶也没多说什么，嘱咐他一句自己看着玩，不要乱跑，然后就走了。陆之福站在原地思索了一会儿，就悄悄跟了上去。陆金瑶作为主人家，怎么也朝人少的地方走呢？说不定有什么猫腻。第13章，还说不是暗恋我。陆金瑶的脚步很快，2分钟就走到了水雾花园，并且遣退了周围所有的工作人员，交代他们有任何动静立马过来汇报。陆之福始终把握好距离，不远不近的跟着，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至少陆金瑶本人没察觉。又过了半分钟，一个令陆之福有些意外的人出现在了陆金瑶面前，两人很快交谈起来。是周世坤。为了听清楚他们的谈话内容，陆之福凑近了几步，将自己的身形隐在一根长柱背后，距离他们只有10米左右，再加上他听觉比较敏锐，这个距离听得格外清楚。他们带来的东西都整理清楚了吗？全在这了，有用的只有吴家和刘家2位少爷提供的，可以纳入我们的交易范围。周世坤递了几份资料给他，陆之福内心思索着，东西什么时候提供的？难道每个人从一开始进来，穿过暗廊的时候就必须提供点什么东西？所以这些少爷小姐平日里的聚会，尤其是陆金瑶主持的，并不单单只是为了娱乐。上次让你盯着的那4个没给出诚意，再去敲打一下。他随意的翻了几眼，目光冷冽，最后一次机会，否则直接列入黑账本之中。黑账本，这个陆之福倒是有所耳闻。听说黑账本是陆家专门用来记录对家族有威胁的人或势力的一些不为人知的黑料，亦或是政商勾结的证据。总的来说，拿捏了不少人的命门。现在看来，黑账本的管理者是陆金瑶。周叔作为家族管家，居然会单独听命于他。可以再等等，毕竟都只是一些酒囊饭袋，怎么能跟2小姐您的办事效率相比？陆金瑶勾了勾唇，不置可否。哦，对了，关于今天来这的那些少爷小姐的身份，你都跟姐姐提过了，只提了裴家。陆金瑶眼神一凝，那就奇怪了。他初来乍到，能接触的也只有我们陆家人，又是从哪里得到的信息呢？或许我们都小看大小姐了，她可能并没有表面上看着的那么简单，至少她的心性非比寻常。这是周叔的真心话，他看人的直觉一向很准。他的过往还是空白一片，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这才是陆金瑶的最疑惑的一点。陆家的暗线生意涉及甚广，在地下圈的人脉更是不少。即便 F 国贫民窟消息闭塞，也不可能查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要么就是有人刻意为之。没有，不只是我们，就连先生夫人以及3位少爷都是毫无收获。周世坤犹豫了一下，开口：“要不然直接问大小姐看看呢？她才回到陆家，未必会信任我们。而且爸妈和哥哥们主要是害怕勾起他不好的回忆算了。”他的视线放一边，暗处的陆之福挑了挑眉，想查他。陆家在 Z 国算是权势滔天，但是到了国际圈还差点意思。他等着被他们查到真相的那一天，看看他的家人们到底还有多少底牌。这点资料完全不够，周叔你继续带人去守着。今天他们要是不多吐点东西出来，可走不出这进宫的大门。至于提前被赶出去的那2个人，算他们好运。见他们的对话即将结束，陆之福先一步离开。
然后就被一群人簇拥到了中间，七嘴八舌的询问起关于他的事情，明里暗里都在打探家人对他的态度。陆金瑶过来之后，看到的就是这一幕，在跟陆之福眼神对上的时候，又冷哼一声，扭过头去别处玩了。不过，在别人看不见的角落，他又在跟进攻负责人聊着什么。小姐，晚上的假面舞会还照常举行吗？这次毕竟有大小姐在场，人多眼杂，我们不一定能第一时间确定她的安全。再加上裴少爷负责人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陆金瑶打断。要是在我的地盘，连他都保护不了，那我也没必要在京都混了。好的，明白。同样的，在陆金瑶注意不到的地方，一群富二代们正拉着陆之福玩专属于他们这个圈子的游戏。他们笃定他没见过什么世面，于是打起了想要他出丑的主意。但是他们一次都没能如愿，陆之福总是有各种理由和手段拒绝他们，或者是不经意的破坏游戏，搞得大家都没体验感不说，出洋相的反而还是他们。而他本人则是一脸无辜的看着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导致所有人有气都没地方发，甚至开始互掐。一番吵吵嚷嚷下来，终于是引来了陆金瑶。他罕见的再次皱起眉头，这是怎么了？他不在，陆之福还真被欺负了。其他人都还没来得及开口，陆之福动作倒是很快，瞬间就移到了他身边。妹妹，你可算是来了，他们欺负我什么都不懂，最后一场游戏都没有完成。明晃晃的倒打一耙，甚至还带着一丝骄纵。众人，陆金瑶瞥了他一眼，然后目光转向众人。既然不想玩，那就都别玩了，去主宴厅坐着吧，有点事情找你们谈谈。众人，神马东西，好气人。但是没办法，他们能怎么解释？解释刚刚那些行为不是专门想要针对陆之福的。陆金瑶可不是好糊弄的主，他这样或许已经是在为陆之福撑腰了。不理解，后续的事情陆金瑶没带他玩，把他打发到别处待着了，一直到晚上的假面舞会。其实到现在众人已经没什么玩的兴致了，尤其是被陆金瑶训了一番之后，再加上以前也这么玩过几次，没多少新鲜感。陆之福倒是还挺感兴趣，因为似乎又看见了某个人。他随手顺了一个黑白相间的羽毛面具，在舞会开始，大家都有了动作之后，随着音乐缓缓步入了舞池。本来只是随意跳跳，他的目光也一直落在其他地方，但是某人却直接凑了上来，接过他的手，双人共舞。太子爷怎么又混进来了？裴金旺却答非所问，我连话都还没说，你这就认出了，还说不是暗恋我。第14章，你姐姐她心思单纯陆之福，天哪，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才能养出她这么厚的脸皮？要不是场合不对，真想给她两下。没想到我未来媳妇这么全能，跳起舞来游刃有余，我就知道外界传言的都是造谣。裴金旺的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弧度，眼神也始终落在他身上。是吗？说不定不是造谣，而是真的呢。陆之福话音刚落，就一脚踩在了他的鞋上，用的还是高跟鞋跟。司裴金旺瞬间倒吸一口凉气，然后主动为他找借口。谁还没有个失误的时候呢？是啊，失误一下不是很正常吗？陆之福嘴角也勾起一抹笑，他心中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下一秒又被狠狠踩了一脚。之前那会儿你说看到我妹妹杀人了，怎么个事？说来听听。这个那时候魂都被吓没了，哪里还记得清楚？结果又被踩了一脚。好好好，姑奶奶，让我回忆回忆。裴金旺认怂了，快点，不然我的步伐又要乱了。裴金旺两人拉扯得正起劲儿，殊不知舞池外隐在暗处的陆金瑶一直在默默注视着他们。舞会出奇顺利的结束了，或许是因为有陆之福的掩护，他难得的没有被发现，终于不是被扫地出门，而是跟随大队伍风风光光的混出去了。陆之福和陆金瑶也回到了陆家。这会儿，陆晨君、沈青兰以及陆家三兄弟已经齐齐坐在沙发上，像是刻意等他们回来。芝芝和瑶瑶回来了，今天玩的怎么样？当然，这句话主要是问陆之福的，因为平日里陆金瑶处理这些聚会宴会之类的，从来不需要他们操心。很有意思。陆之福笑着点头回答，他们也欣慰地点点头，示意陆之福坐到自己身边来。聊着聊着，话题就突然转到了陆之福的过往上，他们什么都查不到，终究是按捺不住好奇和担心，主动开口询问。陆之福只是轻轻微笑，含糊过去，要不等以后有机会慢慢说吧，我怕一下说出来你们会接受不了。大厅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在他说完后的几秒钟时间内，陆家人已经脑补了1万种他在贫民窟有可能经历过的悲惨遭遇，甚至觉得内心暖暖的，他都苦了那么多年了，非但对他们一点怨恨都没有，反而还为他们考虑，怕他们内疚担心承受不住。多乖的孩子啊！几个人感动得稀里哗啦，又嘘寒问暖了几句，就先让他回房休息了。然后几人看向陆金瑶，重新确认了一遍陆之福口中对于今日聚会的叙述，就见他有点阴阳怪气的开口，姐姐对你们还是不够坦诚呢。怎么说？几人瞬间坐直，姐姐和裴家那位似乎关系还不错，晚会的时候都在一起跳舞了，这一点他居然没告诉你们。裴家那小子已经回来了，还混到了你的地盘去，怎么也不拦着点？他出国混了3年，长了点本事，我这不是一时间没有拦住吗？他确实有点懊恼，居然让他钻了空子，那也不能让他凑到你姐姐旁边去，芝芝太单纯，最容易被这种黄毛小子骗身骗心。陆晨君愤愤地说道，防不胜防，而且没必要刻意拦着，万一姐姐喜欢呢？两家联姻岂不更上一层楼？陆家和裴家等的不就是这一天吗？话是这么说，但是陆家人还是有点难以接受的。沈青兰继续询问细节，他们怎么会突然凑到一块去？裴金旺当着众人的面说，听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陆金瑶把裴金旺对陆之福的那番深情表白告诉了他们，全家人都沉着脸，最后还是大哥陆晨烨开口，再观望观望。裴家那小子虽然不着调，但从未在外面拈花惹草，
也没有在公开场合这么高调的对一个女生说这种话，说不定他确实动了心思。也对，还得考察考察他，即便他是裴家未来的继承人。老三，你有空的时候多去探探他的口风。怎么是我？我也挺忙的。陆景耀撇嘴，他并不是很想去跟那个纨绔打交道，在吃喝玩乐这方面，你不比你大哥在行。这事就这么说定了。一家之主陆晨君一锤定音，顺道还补充了一句，关乎到你妹妹的终身大事，仔细着点。知道了。陆景耀不情不愿地应了一声。这么说来，我家芝芝还会跳舞，真是多才多艺呢。沈清兰提到这个，脸上笑容恢复。她会不会跳舞我不知道，反正踩了裴金旺好几脚，隔老远我都能感觉到她面具底下近乎扭曲的面孔。陆金瑶这会儿笑得特别开心，但是很快笑容又消失了，吃醋的小表情毫不掩饰。我跳舞也是一等一的好，妈妈怎么不夸我？她毕业于国际最顶尖的国际芭蕾舞学院，相关奖项拿到手软，更是有国际天鹅芭蕾公主之称。在事业鼎盛期激流勇退，媒体采访她的时候，她只是高傲地抬起头，这个差不多了，我要去拿下一个成就了。一番话把众人的自尊心劈得支离破碎，怎么会有这么凡尔赛的人？太气了，偏偏还真就比不过。之前不是夸过了吗？妈妈还怕你听腻了呢。这个女儿啊，样样都十分优秀，从来不需要他们做家长的操心半分，只管往她身上砸钱就行。对于她不断给家族赢回来的荣誉，他们也早已麻木。后面几天爸爸妈妈和你三个哥哥们都很忙，不一定能及时回家，你姐姐还需要你多照顾照顾。又是我，真要天天守在她身边的话，我干的那些事早晚被她察觉。没关系，你姐姐心思单纯，不想这些，就算是听到看到了什么，也不会想到那方面去。陆晨君淡淡开口。沈清兰也接话，没错，你跟底下人交接的时候说话隐晦点就行，别吓着他。第15章诽谤、造谣、诋毁。第二天，陆之福起得比较早，这会儿全家人都还在，当然他们也算是刻意等他的，当面告个别，因为他们可能要出差，至少2、3天才能回来。临走之前多看看他。迟迟起床了，洗漱好了就过来吃早饭吧。沈清兰热情招呼他。好的妈妈。饭桌上气氛格外温馨，聊着聊着就扯到了裴金旺身上，并且暗戳戳地询问陆之福对他的看法。他陆之福蹙起眉头，说话慢吞吞的，欲言又止。全家人紧张地看着他，等候他的下文。而后陆之福猛地对上他们的视线，最后落在陆金瑶身上。他说不喜欢瑶瑶妹妹，说她太彪悍，他还亲眼看见妹妹杀人了。话音落，又是如同昨晚一般寂静无比，连一旁的赵姨都默默埋下了头。陆金瑶，该死的，敢这么诽谤他？不对，好像也不是诽谤，他是哪次杀人被他看到了？不能吧，他还是很少亲自动手的。陆家其他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事实。承认吧，不就破坏了他们一家人在女儿心中的形象，还会吓到他。不承认吧，那就只能对他说谎，真是仇人的很。裴家那小子也是个拎不清的，谁家未婚夫妻刚见面就聊这种话题？爸爸妈妈、大哥、二哥、三哥、妹妹，他说的是真的吗？陆之福看他们沉默，暗暗勾了勾唇角，故意挨个 Q 一遍。他们再次面面相觑，最后齐齐看向陆金瑶，让他这个当事人自己出来解释。陆金瑶接收到家人们的信号，当即一拍桌子，然后猛地站起来，造谣诽谤。真没想到3年不见，他居然这样诋毁我，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把全家人都吓了一跳。姐姐，你不要听他胡言乱语，没准这3年他是去精神病院混去了，他的话当不得真。陆之福怯生生地点点头。不得不说，裴金旺有句话说得对，陆金瑶确实有点彪悍，所以陆金瑶当真杀过人，还被裴金旺抓到把柄了。然后就见她优雅的提提裙子，端庄落座，更是柔声细语：姐姐理解就好，我们继续吃饭吧。心怀鬼胎的一家人就这么相安无事的把早饭吃完了。裴家他们这边同样在吃着早饭，裴家主裴丽是真的看裴金旺哪都不顺眼，就差掀饭桌让他自己滚出去吃。不过转念想想，自己这混账儿子3年才回来一次，还是硬生生忍了下来。老头子，别整天板着个脸，多倒胃口。还是说你是看见我回来，故意这样想让我吃不下饭，活活饿死？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亲爸？还是说你实际上是我后爸，反正都不想吃饭？要不我们麻溜的去做个亲子鉴定？裴丽甚至都还没张口，裴金旺就噼里啪啦的数了一堆，是要把他气死的程度。小崽子，叫谁老头子呢？你老子我才40多，男人41枝花懂不懂？糟心的玩意。裴金旺亲妈早逝，他一个人是又当爹又当妈，好不容易把他拉扯大了，结果却养成了这么个性子。还好裴家人口简单，不像陆家那么多豺狼虎豹，一大族人勾心斗角，要不然裴金旺别说那继承人的位置，活不活得下来还不一定啊。老二裴金昭虽然是天生体弱，却比他哥省心多了，经常帮他处理烂摊子，否则他哪能这么逍遥快活？越想越生气，你说你怎么没死在外面，还要回来挨我的眼？见自己老爹真的要生气了，裴金旺收敛了许多，嬉皮笑脸的：我这不是知道你心心念念想要抱孙子，回来帮你实现愿望吗？此话一出，裴丽愣住了，表情难得有点滑稽。你快别逗了吧，哪家好闺女愿意给你生孩子？就连一旁安安静静吃饭的裴金昭也抬头看他，眼底是浓浓的质疑。您老人家真是贵人多忘事，我们和陆家不是有婚约在吗？是时候兑现承诺了吧？咋的？你突然想开了？之前不是誓死不从吗？还是憋着什么坏呢？裴丽夺命3连问，字字诛心。老头子，今日不同往日，懂不？什么玩意？好好说话。裴丽狐疑的上下扫视着这个儿子，
你不是说陆家大小姐太强势，娶回家得当祖宗供着，不划算，家里有你一个祖宗就够了吗？咋的，现在不怕人家大小姐打压你了？现在就不担心以后要伺候媳妇被媳妇管着了？要他说，陆金瑶可太适合当他儿媳妇了，强势好啊，就该多管管这个逆子。不，老爷子，麻烦您严谨一点，我是和陆家大小姐有婚约，但是你刚刚说的那个是二小姐。这下裴丽又愣了，你的意思是？对，就是你想的那样。哥，你认真的？裴金朝难得开口，我倒是差点忘了裴丽喃喃道，随后暴怒，人家闺女才回来，你就惦记上了？要是让那护犊子的陆家人知道，不得打断他的腿。裴金旺这会儿倒是大大方方的承认了，你不是昨天才回来吗？怎么就看上那闺女了？什么时候见过的？你老子我都没有她照片。山人自有妙计，这不是你该操心的。裴丽这会儿是真来了兴致，也懒得跟他生气了。快说说陆家那位真正的大小姐怎么样？裴金钊也凑近了耳朵，看着挺乖的，爱耍些小性子，不过没关系，可爱的紧，他喜欢。就这样？对啊，看对眼了不行吗？你真肤浅。这是来自亲爹的灵魂吐槽。那咋了？裴金旺二郎腿一翘，我们两家联姻，这不是正合你意吗？老子是怕你祸害人家闺女，真要是个乖乖女的话，那不得被你欺负惨了。不行，喂，老头子，你搞清楚，他背后可是陆家，我敢欺负他骂我。昨晚被他踩的几脚，现在还疼着呢。第16章，我可不是什么客人说的也是，但裴丽总觉得哪都不妥，然后故意逗他。我看阿朝比你靠谱多了，还会疼人，联姻的事情，要不还是交给他吧。那不行，老头子，你别非要跟我对着干行不行？裴金旺急了，裴金钊只是笑笑不说话。什么叫老子跟你对着干？某人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我都不想说。裴丽冷哼一声，反正你别管，等着我给你拐一个媳妇回来就行。然后吃饱了，撂下筷子扬长而去。裴丽揉了揉太阳穴，欲言又止，最后对裴金钊吩咐了一句：看着点你哥，别让他把陆家大小姐得罪死了。我不敢，我怕他以为我要抢他媳妇。裴丽，陆家。陆之福笑着看着陆金瑶，妹妹，今天又只剩下咱俩了。哦，他表现得很冷漠。妹妹今天准备忙点什么？怎么，你想要来给我打下手吗？也不是不可以。陆金瑶狐疑地看着他，你会干什么？什么都会一点。真的假的？陆金瑶明显不信，不过想到他这2天的表现，又放软语气继续问道：姐姐，能不能告诉我，你之前在国外都学了些什么？确实感觉陆之福像是大户人家里养出来的孩子。那我学的可杂了，这个不好说。你敷衍我。陆金瑶不高兴了。妹妹，周叔在那边等了挺久了，似乎有事情找你，你确定不过去看看？陆之福指了指一边。陆金瑶回头，果然看见了周叔。你眼神还挺好使，不过怎么知道他就一定是有事情找我？不是找你难不成还是找我？而且我刚刚说的是似乎。那好吧。陆金瑶走后，陆之福自己随处逛了逛，然后就看见有佣人带着旺财在训练。大小姐，那边危险，您在圈外看看就好。陆家的佣人见他过来，然后赶紧迎上去。没关系，我不怕他。旺财听觉灵敏，这会儿也转头看向他。陆之福朝他招了招手，就像是逗宠物狗一样。旺财，过来。大小姐。旺财他一般只听周管家的指令，佣人在一边提醒他，但是话还没说完，就见旺财撒腿朝这边飞奔过来，看着还有点凶狠，似乎是在发泄自己被挑衅的不满。在场几位佣人大惊失色，他们知道旺财戾气很重，生怕他等下伤到大小姐，但是去拦已经来不及了。就在旺财即将扑到陆之福面前时，他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大小姐，快躲开！陆之福后撤一步，然后抬腿对准他的脑袋狠狠来了一下，一脚就将他压到了地上，然后用手提起他的后颈，跟拎狗没区别，就是他的体型太大。小东西还挺凶，几个佣人都看呆了，这么一下就制服了。大小姐看着娇小玲珑的，怎么竟这么大？应该说胆子更大。大小姐，要不还是把他交给我们吧，他脾气不是很好。佣人还是担心他突然暴起。巧了，我脾气也不是很好。他们有些呆愣，随即就见旺财卑微的嗷了一声，哪里还有刚才凶残暴力的模样。陆之福漫不经心地撸着他的毛，他也是一脸乖顺的模样。闻声赶来的赵姨看见的就是这幅场景，旺财这就对大小姐这么亲昵了。大小姐，这里危险，二小姐让您先回房间去。他压下心底的惊讶，恭敬对着陆之福开口。为什么？我这不是才刚出来，你也看到了，他乖顺得很。不是因为旺财。想到了陆金瑶刚才正在和周叔谈话，陆之福接着问，那是为什么？出什么事了？赵姨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实话实说，有客人来了，二小姐希望您回避。什么样的客人？他见得，我见不得。陆之福面无表情，语气淡淡的，这一下竟让赵姨有了些许压迫感。这您自然是见得的，但那个人有些危险，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危险。既然危险，为什么还要放进陆家？他其实算是陆家的人，有自主进出的权利，即便是先生和夫人在场，也是不好强行阻拦的。陆家的人哪一类？血亲还是下属？下属，但是不是陆家人的下属，而是家族的下属。既然是下属，怕他做什么？陆之福倒是想去看看。大小姐，事情没有您想的这么简单，您暂时还不能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所以赵姨还想劝他，却见他已经朝着议事厅的方向去了。他暗道不妙，却不敢真的上前拦住他，他毕竟是主子。大小姐，二小姐和客人正在议事，您还是先别进去的为好。我才是这个家的大小姐，他们议事，带我一个不过分吧？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一把推开议事厅的大门。
声音也传入到了里面人的耳中。尤其是这会儿他的语气竟带着几分不满和骄纵。陆金瑶脸色一沉，这个不听话的怎么非要跑过来？真当这里好玩？赵姨也是，让他去拦个人也拦不住。陆之福看清了里面坐着的三人，一个是陆金瑶，一个是7、80岁的老头，翘着二郎腿，姿态嚣张，脸上有几道纵横交错的刀疤，眼神深沉阴鸷，看起来有些恐怖。从面相上，这个人感觉比陆伯山还难搞。而另一个人是周叔，明明只是一个管家，但这会儿竟然可以跟陆金瑶以及那位客人平起平坐，甚至隐隐有种制约平衡的形态，还真是有些迷惑。周世坤看见他，神色还算平静，但是陆金瑶就不高兴了，板着脸：“你爱做什么？我也是陆家的一份子，想加入你们吗？”陆之福嘴上说着带着撒娇意味的话语，但动作却十分强势，直接坐到了陆金瑶身边。“妹妹，不打算跟我介绍一下这位客人吗？”客人2个字，他咬得格外的重。“大小姐，我可不是什么客人。”那人盯着陆之福，突然扯开一抹笑，令人脊背发凉的笑。第17章挑拨离间。他眉眼弯起，眼底却藏着轻蔑。之前就听陆伯山说，这个刚回来的正牌大小姐是个单纯无邪、性子软弱、十分好拿捏的。现在看来，性子软弱，怕是不太对。就他从进门到现在说的那些话，倒是有点想要跟陆金瑶一争高下的意味，明里暗里都在表达自己才是大小姐，丝毫没有顾及陆金瑶的脸色，甚至说话不分场合，说好听点是心思单纯，说难听点就是单纯没脑子。这才回来2、3天，就已经开始变得骄纵显摆了，以后还指不定要怎么闹腾呢。不过这正是他愿意看到的，突然冒出一个亲生血脉来搅局，还能牵制陆金瑶，多么美妙的事情。他已经长成了这么大，陆家即便再有方法或是手段，想要重新教导他，怕是也来不及了。不是客人，那你是谁？陆之福问得很直白。我叫林振宇，你爸妈和你妹妹他们都叫我林老。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身上无形散发着些许傲气，然后就静静地坐着，等待陆之福尊称他一句林老。陆之福心下了然，他曾经查到过关于他的资料。林振宇，宏图航运集团董事长，掌控全球5的货运航线，陆家第1代掌权人陆鸿征的结拜兄弟，曾为海盗，后被陆鸿征所救，洗白成为航运巨头，主要控制南洋美洲黄金航线，秘密培养发展海龙帮原船员转型的私人武装，负责处理海上麻烦。同时也是新洲集团股东之一，暗中支持三叔公陆伯山想借机独立航运业务。虽然不姓陆，但确实能算是陆家人，毕竟大半辈子都在为陆家的事业打拼。哦，姓林，那确实不是陆家人吗？他故意这么说，语气轻快。林振宇，这丫头真这么没规矩没脑子？陆金瑶则是在一旁笑，林老，姐姐心直口快，说的话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实际上心里骂了他不知道多少遍。老匹夫，一个2个的就知道趁着爸妈不在的时候跑过来欺负他们2个，偏偏又不能撕破脸，真烦。我当然不会跟小辈一般见识，不过大小姐既然已经回到了陆家，那么该学的规矩还是要学，比如下次进来之前记得先敲门。林振宇这句话说得格外严肃。哦，那就下次再说嘛。陆之福的语气依旧是十分随意。你们刚刚谈到哪了？继续吧，赶紧出去玩去，今天我们要谈的事情你不懂，下次再带你。陆金瑶这会儿确实是有点着急了，因为不只是他，整个陆家人都不希望他接触这些东西，有些事情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他听见的。我都还没听呢，你怎么知道我听不懂？就是你姐姐她身为陆家的嫡出血脉，可比你更有资格接触这些，你莫不是怕她夺了你的权？这句话就是明晃晃的挑拨离间了。陆金瑶的脸色冷得可怕，一直默不作声的周世坤开口了：“2位小姐各司其职，先生和夫人自会给他们安排妥当，这就不劳林老操心了。我哪里会瞎操心，就是随便提一嘴罢了。”林振宇恢复了冷脸的模样。周叔不是管家吗？之前还说自己不能过问主人家的事情，怎么这会儿能坐在这？陆之福天真的问道。周世坤还没来得及回答，就被林振宇抢先一步：“管家？那可不单单是一个管家，陆家不会连这个都瞒着大小姐吧？”语气中的惊讶不似作假，然后略带责备的看向陆金瑶：“2小姐跟世坤关系向来不错，这都不给你姐姐介绍清楚吗？”陆之福追问：“不只是管家，那是什么？”“他跟我一样，都是陆家元老院的成员。”林振宇就这么说出来了。陆金瑶和周世坤眼神一暗：“元老院？对，元老院一共5位成员。林老，今天您的话似乎格外的多。”眼看着他还要往下说，陆金瑶沉声打断他：“其实后面的话，陆之福已经大概知道了。周世坤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角色，他明面上是陆家的管家，背地里暗面掌控者，家族元老会成员之一，也是影子议会的元老，执掌黑手套业务、情报、暗杀、灰色交易，跟陆金瑶管理的黑账本联系颇深，控制夜宵、家族秘密武装，负责灭口、绑架、商业间谍，是陆鸿征的义子，从小培养的死士，对陆家绝对忠诚，但手段极端。哎，老了，多说2句都要被人嫌弃。”林振宇装模作样的叹了口气：“罢了，咱们走吧。”“去哪？”陆之福问。“哦，大小姐来的不巧，我们刚好谈完，现在准备前往目的地，你要一起吗？”陆之福有些诧异，这么快就谈完了？出去干嘛？处理一些生意上的事情，大小姐可以跟着学学。不行，爸妈暂时没有允许姐姐出门。陆金瑶真的烦她，把姐姐也叫出去，是想干什么？难不成在外面埋伏好了？不至于吧，又不是什么囚犯，连出个门都不行。林振宇略带同情地看向他，果然就见陆之福明显不高兴地撇撇嘴：“是啊，妹妹，
不用这么防着我吧，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反正陆金瑶坚持不能让陆之福出门，毕竟爸妈和哥哥都不在，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应对外面的变数。林振宇看着他们姐妹俩要吵起来的模样，甚是满意。好了，二小姐不就是怕担责吗？既然这样，那大小姐跟着我们一起，出了事情我负责。话里话外也都是想要挑拨离间的意思。这可是您说的。陆金瑶虽然不高兴，但也稍稍放下了心。毕竟林振宇敢这么承诺，说不定没打算现在就对陆之福动手，毕竟太过明目张胆。至于引他出去到底想干什么，还有待观察。我说的这下放心了吧？陆金瑶点点头，随后给周叔使了个眼色，让他暗中多派点人跟着。第18章，我在黑龙会见过他，然后一行人就这么浩浩荡荡的出了门，并且在林振宇的盛情邀请下，他们坐的是他开来的车，包括司机都是他的心腹。随着车子越开越远，陆金瑶也发现了不对劲。林老，这可不是去公司的路，倒更像是陆家专门处理叛徒的地方。事情已经发生了，去公司谈判没意义，还不如直接用点极端手段。你们觉得呢？看来林老已经提前行动了，那干嘛还要来找我们商量了？走个过场，参与感总是要有的，尤其是刚回来的大小姐，不是吗？她的语气很平淡，但是能听出一分幸灾乐祸。没人猜得出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姐姐刚回来，你就带她去那种血腥的地方，不合适吧？出门的时候，陆金瑶跟爸妈报备了一下，已经预料到了这个结果，早晚都是要见到的，提前适应而已。林振宇视线转向陆之福，大小姐，你觉得呢？可以啊，我倒是想看看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事情，非要瞒着我。到了地方之后，他们依次下车，看地段其实并不偏僻。陆之福随便扫一眼就能发现这附近暗中守着不少人，几乎是便服，装作是正常居民或者是路人的样子。走吧，在商场负2层，至于负1层则是一个普通的仓库，没什么特别的，最多的就是隔音装置。惨白的 LED 灯管每隔10米才有一盏，大多数也已经老化，闪烁着不稳定的光，像是刻意营造的压抑氛围。陆金瑶嫌弃的在鼻子面前扇了扇，林老，清洁工作该做一做了，臭气熏天的，这时连拷问都省了，直接把人熏死。像大小姐和二小姐这样不常来的，当然不适应。你看看世坤面不改色的样子。这时周世坤一贯是负责处理这种事情的，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其他的手下们分散在各个入口，层层看守，最后进去的只有他们4个人，而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林振宇和周世坤2人。林振宇掏出一张磁卡，在门镜上轻轻一刷，顶上的指示灯由红色转为绿色，滴的一声，门朝2边打开，更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连陆之福都忍不住皱了眉头，更不要说陆金瑶了。他站在门口迟迟不肯进去，同时也堵住了站在他身后的陆之福。林老，要我说这事交给周叔就行了吧，我们就没必要进去了。来都来了，哪有转头就走的道理？说不定里面的人会让你们感到惊喜呢。最后他们2个还是走了进去，走到最角落的一间审讯室，里面分开关着3个人，全都坐在电椅之上，手脚被捆着，眼睛蒙了一层黑布，就连嘴都被臭抹布堵死，并且身上都带着大大小小的伤。感应到有人来，他们呜呜呜的叫着，不知道是要叫骂还是求饶。旁边守着的人狠狠地按住他们的肩，指甲几乎嵌入肉里。安静。林振宇笑着指着他们，公司机密泄露，这3个崽子暴露了，经查证，其中2个是对家派来的卧底，一个是叛徒。审出来什么了？陆金瑶捂着鼻子皱眉询问。贼得很，不过我确实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都这个时候了，林老就别卖关子了吧。林振宇朝守在审讯室内的人比了个手势，他们就一把扯下那3人眼睛上的黑布。其他的2个还好，但是中间的那个20岁左右的年轻男人，在睁眼看见陆之福的那一刻，突然无比激动，眼睛都亮了。可惜嘴上的抹布还在，他再怎么努力，也只发出呜呜的声音。陆金瑶见状，不动声色地挡到了陆之福面前，警惕地看着那个人，眼底杀意浮现。周世坤则是上前2步，对着他的脑袋就来了一下，让你安静一点，没听见吗？感觉周叔的力气再大一点的话，甚至能把他的脑袋打掉。林振宇示意手下们把他嘴里的抹布扯掉，不如听听他想要说什么。那个男人的目光就一直粘在陆之福身上，可以开口之后，立马对着他大喊：是他，就是他，我见过他，在 M 国高泽兰州戈亚区黑龙会的地盘上，因为他就曾是黑龙会的成员之一，后来因为得罪了顶头上司，有被灭口的风险，就私自脱离组织逃到了 Z 国，并且他的确见过陆之福，虽然只是远远的见过一眼，但是因为他的身份和样貌太过出众，所以印象很深刻。听到他的话，林振宇也是露出了隐晦的笑容。陆家所有人都在调查陆之福的过往，包括他林振宇。一开始什么都查不到，本以为是陆家人刻意抹去了他过往的生存痕迹，而后他似乎发现，甚至连陆晨君和沈清兰都不清楚他的底细，所以他就加大了力度去寻找。但是没想到运气这么好，还真就被他找到了。刚才说话的那个年轻男人，其实并不是什么竞争对手派来的间谍，而是他手底下管着的最底层的一个兄弟，3年前加入进来的。陆之福的照片刚发下去不久，男人就主动找到了他面前，所以今天这一出是他特地安排的。但林振宇这会儿表现得十分惊讶，话可不能乱说。你怎么可能见过我们陆家的大小姐？就算是真的偶遇过，也应该是在 F 国吧？怎么会是 M 国？陆金瑶和周世坤都有些心惊，有关于陆之福过往的消息，居然被这个老家伙给先一步查到了。万一让他知道了什么不该知道的，他们的目光下意识就落到了陆之福身上。但是看他表情十分正常，甚至也和他们一样露出了疑惑的神色，也就稍稍安心了些。我敢100%确信，我之前见到的女孩就是她，
世上怕是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容貌这么出色的人了。林振宇赶紧顺着他的话问：我们陆家的大小姐怎么会出现在黑龙会的地盘上，还被你看见？第19章意外失火，他为什么出现在那个地方，我也不清楚，只是看见上头的人对他毕恭毕敬的样子，感觉来历不凡。他的行程是严格保密的，除了黑龙会高层没人知道，能见到他真容的更是少之又少。而我那时候恰好在逃离组织的路上，找了个安全且人少的仓库，躲在其中的一个箱子。几位高层跟他进来看货的时候，我正好透过缝隙看到了他的真容，最后还是在里面藏了2天，才找到机会逃出来的。陆之福只是默默地听着，脸上始终没什么表情，好像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黑龙会那帮没用的东西，底下的叛徒跑了这么久都还没有处理干净，现在居然舞到了他面前，偏偏这个人还被林振宇找到了。虽然林振宇也不相信那个男人嘴里说的什么陆之福在国外身份尊贵之类的话，但是万一呢？他看着就是心里藏不住事的那种，如果是真的，绝对会露出破绽，所以他按耐不住的想要试一试。大小姐，对于他的指认，你有什么想说的？就连陆金瑶和周世坤也半信半疑的看向他，因为那个男人说的确实像那么回事。紧接着就看见陆之福一脸无辜又茫然的看向林振宇，怎么他一个叛徒的话，你这么相信？说的漏洞百出，都不准备派人查证一下的吗？证据呢？说不定这是他故意撒的谎呢。而且在这种关键时刻，我们同时进来，他不想着该怎么脱身，而是一开始就死咬着我。你说的一系列话语，更像是在引导他，该不会这是你手底下的人故意安排在这里的吧？用着最单纯的语气说着条理清晰、句句带刺的话，陆金瑶和周世坤被猛然点醒。说的对啊，林振宇本来引他们过来就是不怀好意的，不用想就知道他会针对陆之福，他和那个男人说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林振宇也有点慌，毕竟那个人确实是他手底下的，这个很容易就能查出来。同时他拿不出证据，因为黑龙会毕竟不是他的地盘，也跟他没什么交集，清楚这些事的都是高层，调查起来十分困难。没想到唬住了陆金瑶和周世坤2人，却被这个丫头片子摆了一道。他说出这些话真的是无意的吗？他真的是表面上看着这么单纯无害吗？林振宇毕竟是活了几十年的老狐狸，这会儿表情上也没有露出丝毫破绽。大小姐，这说的是什么话？难不成我会联合外人来诬陷你？他既然这么说了，那事情肯定不是空穴来风，至于证据吗？正在调查中，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其实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若是大小姐真的有类似的身份，对于我们陆家来说也是一大助力，不是？没必要藏着掖着。陆之福还没说话，回过神来的陆金瑶就嗤笑一声：林老，您大费周章让我们过来，就是来听一个叛徒的胡言乱语，这可不像您的行事风格呢。是我心急了，这不是事关大小姐，总要多重视一点。林振宇呵呵地笑着，实际眸底暗沉的可怕。那就等林老拿出了证据再说吧，现在可以继续讨论公司机密泄露的事情了吗？周世坤也紧接着说道。2人都没有一点要怀疑陆之福的意思，即便是那个男人说的是真的，那也改变不了他就是陆家血脉的事实。反而林振宇行事处处透着可疑。林振宇这会儿再不甘心，也不好再继续刚才的话题了，于是抬抬手让手底下人拿出另外2人的拷问资料摆到他们面前。就这些了，你们看怎么处置？就在陆金瑶和周世坤扫了几眼，皱紧眉头，刚想骂一句这写的什么东西的时候，上层就传出了巨大声响，然后立马有几人匆匆跑过来禀报，不好了，上面意外失火，火势蔓延得很快，几乎已经将整个商场包围，现场乱作一团。陆金瑶和周世坤心头一紧，这就要开始动手了吗？林振宇居然敢整出这么大阵仗。陆之福表面慌乱，实际上心底冷静的一批。火灾？恐怕不是吧？他还隐隐听到了枪声和爆炸声，更像是有人在火拼。林振宇当机立断，吩咐身边的人，那边有紧急出口，赶紧护送大小姐和2小姐出去。至于审讯室这些人，死了就死了吧。周世坤动作很快，第一个冲出去查看线路情况。陆金瑶也拽住陆之福的手，神色凝重，跟我走。至于林振宇，则是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眼底杀意浮现。等顺利走出地面的时候，他们发现确实不是普通的火灾，而是有人刻意为之。在仓皇逃窜的人群之中，混着不少便服的打手，他们逆流而上，几乎瞬间就锁定了陆之福和陆金瑶2人。一批人拿着枪瞄准，另一批人手持冷兵器，迅速朝他们靠近。2小姐，带大小姐先走，我殿后。周世坤直接凭一己之力拖住了10几人，血性和杀气顷刻之间爆发，任谁也不会想到他只是一个管家。他们本来也是安排了不少人手在商场附近蹲着的，但是这会儿混乱至极，全都是想要逃生的客人，再加上有人混在其中，刻意阻拦，导致援兵现在还没赶到。陆金瑶没有犹豫，拉着他就跑。陆之福则是多留意了2眼，这些人看着不像是陆家或者是林振山培养出来的，难不成是巧合？又或者是他跟其他势力勾结？在思考之际，他突然察觉到附近有狙击手的存在，并且枪口明显对准了他。不过他并没有多在意，因为他躲子弹的成功率目前还是100%，一般人伤不了他。但是几秒钟之后，原本牵着他的手走在前面的陆金瑶突然转身，直接扑向了他，2人一起滚落在地，这让陆之福有点猝不及防。他刚刚准备悄无声息躲掉子弹的动作被打断，本来2人就离得很近，等察觉到陆金瑶的意图，他已经没时间做出更多的反应了。第20章，别凶你姐姐。只听到子弹没入血肉的声音，随后陆金瑶的左肩便渗出血来，但他一声没吭。陆之福有一瞬间的愣神，他确实没想到陆金瑶居然也这么敏锐，并且在察觉到对方开枪之后，毫不犹豫地用身体护住他，还真是一只刀子嘴豆腐心的小可爱。虽然陆金瑶不这么做，他也不会有事，但有人拼命为自己挡子弹的感觉，
可真好。这次是他欠他的。陆金瑶甚至连疼痛都顾不上，第一时间站起身来，还不忘用右手拉陆之福一把，别发呆了，赶紧走。狙击手见这次失手，并且陆金瑶的援兵马上要来了，于是赶紧撤退。正好这个时候，周世坤也追了过来。二小姐没事吧？没事，小伤。陆金瑶扫视了一圈周围，发现随着人群逃散，那些伪装的打手也没了踪影，嘴角不由得扯开一抹冷笑，跑得够快。不过他们确实该跑，因为周世坤安排的人手已经围了过来，开始清理现场，看看还有什么漏网之鱼。周叔，抓活的。知道。也正是这时候，林振宇装模作样的指挥全场，看见陆金瑶受伤后，赶紧过来嘘寒问暖，并且让手底下的弟兄拎了几个人过来，其中一个就是被五花大绑的射伤了陆金瑶的那个狙击手。他在开完枪后转身的一瞬间就被林振宇的人抓了。林老动作够快啊，这就被你抓到了。陆金瑶目光幽深，毕竟是我管的地方，让二小姐受了伤，不给点交代可不行。就是可惜了，只是让她受了点伤，真是一群废物。陆金瑶本想示意周世坤将人带回去慢慢审问，但是林振宇转头就抬枪将几人杀了，动作快到根本来不及阻止。居然敢对我陆家的2位小姐动手，死了也算是便宜他们了。后续惹出乱子的那些人，我一个也不会放过。二小姐，这个交代你可还满意？陆金瑶冷着一张脸，即便是心中有气，这会儿也不能做什么，毕竟他没有证据，就算知道林振宇这么做是在杀人灭口，又能说什么呢？至少今天陆之福没出什么事，后续的账等查到了证据再慢慢清算。陆家的商场损失这么大，是您监管失职，满不满意？可不是我说了算，有什么话留着去跟我爸妈说吧。说完，陆金瑶直接带着陆之福走了。周世坤和其他人紧随其后。林振宇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眼神愈发阴狠。他的心腹凑到他身边去，头儿，咱们就这么把盟友的人杀了，那边不好交代啊。一群办事不力的废物，死了就死了，不然还等着老子把他们当祖宗供起来吗？而且二小姐说的对，我们今天闹这么大一出，主家那边确实不好交代，撕破脸也是早晚的事，至少今天不是全无收获。怎么说？心腹不解，陆百山那家伙又一次看走了眼，想要离间那2姐妹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他也确实有点意外，陆金瑶这么傲气的人，居然会甘愿护着那个对他来说威胁巨大的姐姐。帝国黑河党据点，你说什么？咱们的弟兄没一个回来的？黑河党的老大直接气红了眼，地上更是碎了一地的玻璃渣子。是的，地下跪着的人唯唯诺诺，行动失败，再加上目标人物身边有人护着，他们援兵也很快赶到，那也不可能全军覆没。里面可是有好几个精心培养的高手，那不是林振宇的地盘吗？但凡是他接应一下，都不可能一个也回不来。是那个林振宇说，咱们的人都是废物，死不死没区别。本来有几个能撤退的，但是都被他抓起来，当着目标人物的面杀了，简直欺人太甚。他气得直接掀了桌子，为了洗清自己的嫌疑，拿咱们的兄弟当头名状。好一个林振宇，好一个陆家，那咱们后面的合作个屁！陆家的人果然没个好东西，赶紧把那狗东西跟我们往来的证据整理出来，老子早晚要摆他一道。京都陆家得知陆之福和陆金瑶遭此大难之后，陆家人撂下手头上的工作，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这次的出差泡汤了。等到他们进门的时候，看见的就是老实巴交等候训斥的周世坤，坐在沙发上已经包扎好伤口的陆金瑶，以及眼眶微红的陆之福。虽然是装出来的，不过确实狠狠感动了一把。陆金瑶见不得他这副样子，当着爸妈和哥哥们的面就开始凶他。你什么表情？我这不是没死吗？这会儿陆之福更愧疚了。陆晨君和沈清兰心疼得很。好了，瑶瑶，你姐姐也是担心你，今天肯定吓坏了，你不要凶她。陆之福弱弱地说道，都是我不好，害得妹妹受伤了，这件事情她确实有责任。傻孩子，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妹妹主动救你，那是心里在意你呢。谁在意她了？我只是怕她死了，让那2个老匹夫奸计得逞。瑶瑶，怎么跟姐姐说话的？我才是伤员好不好？她傲娇得很。好，晚点我们一定补偿你。夫妻俩的视线再次转向陆之福，迟迟吓着了吧？要不要先回房休息一下？瑶瑶有我们照看着。好，陆之福乖乖点头。他知道接下来家人们该一起商谈后续的对策，准备算账了。他待在这可能会影响他们发挥呢，反正听不听无所谓，他们的计划他可以悄咪咪的知道。同样的，他也不会善罢甘休。在回房后的第一时间，他就拨出了一个电话，帮我查清楚陆百山和林振宇的底细，尤其是灰色地带的产业，越详细越好，我要他们所有的把柄，顺便慢慢的渗透我们的人到 Z 国来，动静小一点，陆家的人都很警觉。虽然陆家在京都算是一手遮天，但是总有顾及不到的地方，他可以适时的搭把手。第21章送礼。人情该死的林振宇居然敢在妹妹面前暴露这些东西，还拿我们陆家的产业来造作，这次非得要他掉层皮不可。陆景耀愤愤说道，就是不知道芝芝到底听进去了多少。等到一家人商谈完毕之后，已经到了傍晚。周世坤坐在陆金瑶身边，看着四下无人，压低了声音问道，二小姐为什么要拼死保护大小姐？要知道稍有不慎您会没命。即便陆之福是陆家正统的大小姐，但她跟随陆金瑶多年，心自然是偏向她的。她觉得陆金瑶没必要做到这个程度，人是我带出去的，即便是跟爸妈报备过，但我还是难辞其咎。若是非得伤或者是死一个，或许他们更希望是我。陆家栽培她到底是为了什么？陆金瑶心里清楚得很，他们对她终究是利益大于情义，但她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反而是他们给她的已经足够多了，
短短10几年，他坐上了金圈第1名媛的位置，受人艳羡，甚至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和人脉圈。如果不是陆家收养他，他或许还在哪个角落摸爬滚打。他享受了陆之福原本的待遇，怎么还敢心怀不满？其实真要算起来，他跟陆之福应该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如果将陆之福保护好，不愁陆家会亏待他。至少这次爸妈非常满意，他也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受点伤怎么了？又不是一辈子好不了。如果他们需要，我将会是陆家最锋利的一把刀。二小姐，您周世坤还想再说什么，但是被陆金瑶打断。好了，别说了，讨论这些没意义，现在要紧了，是怎么将那2个老匹夫安插在我们身边的爪牙拔除干净。明白。周世坤翻了一下手机，拿到陆金瑶面前给他看。二小姐，今天的事情本来我已经派人把我们包括在内的所有消息压下来了，但还是传出了出去，应该是林振宇动的手脚。这么说，那些世家全都收到消息了？对。那正好，让我休息几天，懒得去应酬了。如果有什么邀请，全部帮我推掉。那如果他们找借口登门看望呢？看人，关系一般的别放进来。好。陆晨君和沈清兰则是在陆之福的房间。芝芝啊，还有件事，我们得和你商量一下。沈清兰坐到他旁边，亲昵地挽着他的手。你也回来这么多天了，是时候该认祖归宗，所以到时候的认亲宴，你想怎么办呢？认亲宴，要是能不办就不办嘛。我想稍微低调一些。陆之福还不想自己的脸完全暴露在镜头之下，以后上网随便一搜就是他陆家大小姐的照片，到底还是有点风险。想低调也是真的，不办，那岂不是委屈了你？那有什么委屈的？我知道爸妈和哥哥对我好就足够了。你这孩子怎么就那么懂事呢？办不办没区别了，反正以后跟着妹妹，有的是机会多结识圈内的人，不差这一次认亲宴。夫妻俩商量了一下，也没再坚持。那就听你的，晚些时候等陆家的人全部到齐了，我们就在内部给你办一场。仔细想想，也觉得他说的对，让陆之福少出些风头也好，那么众人的注意力就会放在陆金瑶身上多一些，尤其是对家针对性的计划，瑶这么多年来习惯了，应对起来游刃有余。反倒是芝芝还需要成长。好。早上的时候，陆金瑶还没起，就被赵姨叫醒，说是裴金旺来了。不是，他有病啊，来这么早？不知道我是个伤员，需要好好休息吗？说是听说二小姐您受伤了，特地前来看望。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他也会有想来看我的一天。黄鼠狼给鸡拜年，绝对没安好心。那见还是不见？赵姨继续问。不见。3分钟之后，赵姨再次折返。二小姐，裴少爷死活不肯走，说是您如果不肯见他的话，那他就求见大小姐。反正这一趟他总不能白来。陆金瑶简直无语，姐姐她知道这件事吗？还没来得及告知大小姐，那就别去烦她，扶我起来，我倒要看看她想要搞什么名堂。然后就硬生生磨蹭了半个小时，才被赵姨扶着慢慢的走下楼去。裴金旺早已等候多时了，不过他翘着二郎腿，一副大爷的模样，悠哉的不行，完全看不出有丝毫的不耐烦。裴大少爷亲自登门，有何贵干？当然是给你送点好东西了。裴金旺把面前的礼物往他那边推了推，打开看看吧，你会喜欢的。但是陆金瑶却没有要动的意思，送个礼物而已，下次本人就不用到场了。那怎么行？不看到你完好无损，我良心不安吗？现在见到了，裴大少爷可以走了吗？陆金瑶露出微笑。不是，你咋这么快就下逐客令？不然呢？还要留你下来吃饭？我正有此意。陆金瑶，裴金旺真的能算得上是他的一生之敌。有屁快放！这次来我陆家干什么？换作是之前，他恨不得离自己远远的，怎么还会亲自登门？当然是想要跟你冰释前嫌呀。陆金瑶警惕地看着他，冰释前嫌。然后呢？然后陆大小姐在家不？不在。陆金瑶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神情。赵姨。送客，爷啊，就见一面嘛！我又不干什么，后面他还是被光荣的请了出去，至少这次保住他金圈太子爷的颜面了。他的狗腿子们等在门口，大少爷咋样？见到未来少夫人的面了没有？没有。然后他们看向自家少爷的目光充满了不可置信，或许还夹杂着一丝鄙夷。什么？大少爷，你的意思是说，你进去了将近1个小时，连陆家大小姐的面都没有见到？滚犊子！他一人赏了一脚过去，把人赶走之后的陆金瑶还悠哉悠哉地拆起了礼物。发现外面完全就是徒有其表的盒子，里面空的不行。裴金旺甚至都不愿意塞点泡沫装样子。他看了好久，才发现盒子底下装着几张纸，拿出来仔细一看，发现居然是林振宇和黑河党勾结的证据。他居然能够先陆家一步查到，来不及细想太多，这份人情他成了。他眸光一狠，突然正色起来。周叔，第22章，调虎离山。陆百山私宅书房内，陆伯山看着刻意跑过来避难的林振宇，嘴角扯起一抹阴阳怪气的笑。怎么，事情败露了就知道来找我了？谁能想到黑河党都是一群废物，还说什么百发百中？林振宇自己想想也觉得窝囊，不过没关系，他们早就留了后手。早跟你说了，陆金瑶那妮子不简单，你还是亲爹。陆伯山也是在他手上吃了很大的亏，谁知道他一个姑娘家家居然这么敏锐，不好下手。不过至少知道陆家所有人都把陆之福当宝贝护着呢，这是他们唯一的软肋。他本以为陆金瑶跟陆之福两人定会是水火不容，没想到陆金瑶这么能忍，甚至还能对人家拼死相护。这是真心的，还是故意想要做戏给陆家人看呢？现在闹这么一出，已经到了即将要撕破脸的地步。听说他们这会儿已经聚在一起，怕是马上得找我们秋后算账。你还挺期待？那当然，暗中斗了那么久，早该真刀实枪的干一场。再拖下去，让陆晨君的几个儿女成长起来，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那就按照我们原先计划好的，硬碰硬肯定是不行，逐个击破吧。
不能等了，立马安排下去吧，趁着那几位还没回来，不然等他们夫妻俩找到证据，先一步过来算账，我们肯定无法应对。陆家大宅，起床又起晚了的陆之福发现偌大一个豪宅竟然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爸妈和哥哥不在就算了，怎么连陆金瑶都不在？他一个伤员还不老老实实养病？于是他就询问赵姨他们的行程。回大小姐，先生和夫人都在调查您和二小姐昨天遇袭的事情，3位少爷也在帮忙。赵姨很诚实地回答了他的问题。陆之福心想，一家人齐齐行动，这次果然是动真格的了。那妹妹呢？前不久裴家大少爷来过，后来二小姐就和世坤匆匆出门了。妹妹昨天才受的伤，你们怎么不拦着点？二小姐向来是个有主见的，旁人劝不动。裴金旺来做什么？他难不成是来说了什么，导致两人这么火急火燎的就出门？说是来看望二小姐，还送了一件礼物。爸妈知道他出门了吗？应该还没来得及通知先生和夫人。陆之福眼神渐渐凝重起来，爸妈和哥哥是同时出门的，基本上是一前一后，事先商量好的，并没有去同一个地方。不是，那就是突然得到了什么重要信息，然后需要亲自去处理，还是兵分几路的那种。差不多。好的，我知道了，谢谢赵姨。问完这些之后，陆之福直接回了房间，然后立马又拨打了一个电话，发动信息部所有人查陆家所有人的动向，尤其是我昨天让你们重点关注的那2个，有什么异动立马汇报给我，要快，要不然哪里有这样巧合的事情，全家人一家子都分开出去了。还是在知道自己毫无自保能力，陆金瑶又受伤的情况下，如果是巧合还好，但要是有人刻意引诱他的凤眸微微眯起，闪烁着往日里惯常透露的寒光。他酝酿了一会儿情绪和语气，分别给爸妈和哥哥们打电话告状，用十分纯真又无辜的语气控诉陆金瑶偷偷出门，把自己一个人留在家里。他们的反应无一例外的都很惊讶，然后就是担心，同时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芝芝乖，我们马上回去陪你，顺便教训他。当然，实际上是要确保陆金瑶的安全。但是在10多分钟后，陆金瑶和周世坤居然平安回来了。陆之福看到他们还有点小惊讶，难道是他想多了？陆金瑶进门第一眼就看见他，毫不客气的冷哼一声，不就出去了一会，怎么还学会告状了？某人真讨厌。陆之福没否认，看来他已经跟爸妈联系上了。总的来说，没出事就是好的。至于爸妈和哥哥，还真是一下子全跑回来，生怕有人是故意既调虎离山，然后对他们2个下手，毕竟这段时间很关键。回到家后，琪琪松了一口气，也都没多说什么。一家人安安稳稳的吃了一顿午饭，但是饭后没多久，他们又不得不出门，交代他们2个好好在家里待着。现在的陆家是非常安全的，蛀虫基本上已经被他们悄无声息地清理掉。非要亲自去的原因就是他们接到的消息和证据全都是真的，并且能派得上用场的关键人证和物证。无论如何，这次机会不能错过，万一被人销毁，他们再想查可就难了。正好趁热打铁，不再给陆伯山和林振宇翻身的余地。而陆之福这边收到手下传来的消息说，爸妈和哥哥获得的消息以及要去的地方确实是没问题的，所以他也就没管。或许真的是自己多心了，以爸妈和哥哥的能耐，不会这么轻易被人算计。就算是他们大概率也可以自己解决，毕竟陆家能稳坐 Z 国第一10家的位置，靠的都是他们。也是等到爸妈和哥哥们走后，陆金瑶才叫来周世坤。裴金旺给的消息可帮了我们大忙了，你现在立马根据我们刚才讨论的方案，立马去抓人。那会儿他们2个亲自去查证消息的准确性，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他们只带了2、3个保镖，悄悄摸过去的，还真让他们找到了林振宇的一个秘密据点。可惜他们人手不够，再加上爸妈突然打电话过来，于是只能返回。至于陆金瑶为什么没提这件事，主要还是觉得爸妈和哥哥们手头上的事也很重要，不宜过于分心。而且万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的话，陆之福自己坐在电脑面前捣鼓了1个小时之后，隐隐感觉这宅子还是太安静了，突然想去看看陆金瑶到底在干什么，结果却发现他的房间空无一人，其他地方也没有他的身影。陆之福再次叫来赵姨，妹妹又出门了。赵姨回答，是的大小姐，二小姐特地让我别通知您，怕您又告状。陆之福第23章，陆金瑶被抓，陆之福觉得头疼，咋这么不听话呢？都受伤了还跟着周世坤到处跑，明明周叔手段也不差，他没必要冒险亲自去盯着。不对，赵姨，妹妹是和周叔一起出去的吗？世坤先一步离开，两人应该不同路。你的意思是妹妹在没有周叔陪同的情况下独自出门了？是，不过二小姐身边带了10来个自家培养的暗卫，如果真的有人要算计她，区10个暗卫怎么够？陆之福不自觉的就拔高了音量，声音沉冷，全然不复平日里的乖巧温柔。实在不怪他多心，这2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我尝试过拦下他，但是没成功，并且他说世坤去的才是真正危险的地方，他只是去信阳大厦取一份文件，他到底只是一个下人，没有资格管主子的去向。而且他本来是不准备跟陆之福说这些的，因为心里想着这些事情大小姐根本不懂，就算知道了也只会疑惑或者害怕，所以没必要说的太多。但是没想到大小姐眼神和语言上的压迫感愈发强烈，她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回答。后知后觉才反应过来，她居然在大小姐面前双腿有些发抖。为什么大小姐看起来什么都明白的样子？她不是才从贫民窟被接回来没多久吗？先生和夫人还没来得及教导她吧？好了，我知道了。赵姨走后，陆之福陷入了沉思。现在通知爸妈肯定是来不及了，再加上之前就让爸妈和哥哥们白跑一趟，耽误了办正事的时间，万一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如他就亲自去把不听话的妹妹抓回来。正这样想着，手机铃声突然响起，看到来电人，他毫不犹豫地按下接听键。老大，不好了，您妹妹被人抓了。
陆之福的脸色骤然冰冷，立刻把我们在京都所有的人手都集结过去，再给我发个精准定位。他扭头回房间，顺上了2件武器，就大步往外走，刚好撞见还没走远的赵姨。赵姨和周围的几个佣人见他周身气势十分骇人，内心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为什么大小姐身上会散发出这么恐怖的气息？甚至比先生和夫人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还是他们印象中乖巧可人的大小姐吗？还有，她现在是想去哪？大小姐，您这是赵姨身体比脑子快一步，直接上前挡住了她的去路。二小姐已经离家，大小姐可千万不能再出去了，万一出事，绝对不是她能担待得起的。让开，回头我自己会跟爸妈解释。大小姐，可是赵姨也后知后觉地知道今天的事情肯定不简单，万一真的有危险，大小姐自己可怎么应对？你不拦她，反倒是拦我，怎么？只有她算是你的主子？面对陆之福突如其来的威势，赵姨心头猛地一颤，其他人更是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感觉他们再多嘴一句，大小姐就会直接把他们杖毙。我说了，出事我自己担。趁着他们愣神的功夫，他已经走出去老远，一下子就没了踪影。他们赶紧追上去。1分钟后，他从车库顺了一辆限量版跑车疾驰而出，引擎发出低沉的咆哮，轮胎跟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转瞬间就消失在他们面前。赵姨傻了，老天奶，大小姐什么时候去的车库？还拿到了钥匙？还有就是她开车咋这么溜啊？等他们反应过来之后，留给他们的只有一阵尾气。大小姐这么火急火燎的，到底是要去干什么啊？她是收到了什么紧急消息吗？再说了，她回到京都没几天，人生地不熟的，就算是想要找回二小姐，也十分困难吧。早知道就不要拦她，应该让她捎上自己。快跟上去保护大小姐！顾不得那么多了，赵姨直接拨开普通佣人，对着周围的空气大喊。几秒钟之后，暗处跳出来几个人，其中一人为难道，大部分人手已经被周管事带走了，我们剩下的这些要守住陆家，走不开。没有主人命令，他们不敢擅离职守。毕竟陆家大宅也是存着不少机密的，不可能把人全部调走。赵姨心急如焚，先生和夫人的电话全都无人接听，甚至连她老公周世坤的也打不通。只希望今天不要出什么事情才好。陆伯山私宅书房依旧是他们2个人，不过现在他们的神态悠哉了不少，甚至还带着几分隐隐的运筹帷幄以及大计将成的得意。他们的面前是一块巨大的屏幕，上面实时播放着一个阴暗潮湿又极度血腥的画面。一个手脚都被绑着，浑身是伤的少女倒在血泊之中，原本精致的头发上沾满了泥土和鲜血，凌乱地披散在面前，脸上甚至还能看见一个清晰的巴掌印，像是金贵的公主一下子跌进了泥潭里，狼狈不堪。即便是伤成这样，她也愣是一声不吭。如果陆家人在这，一定能认出来，这是他们宠爱了10几年的女儿和妹妹。不过她的眼神没有丝毫的恐惧和屈服，从始至终都只蕴含着无尽的冰冷以及浓烈的恨意，像是一条蓄势待发的毒蛇，嘴角甚至还扯开一抹嘲讽的笑。抓我来这20分钟啊，你们就这点能耐？抓他来这里的人是京都最大的黑帮青龙帮的人，从前他们都对陆家避之不及，不敢招惹，这次居然下了血本，倾巢出动，只为了抓他一个人。稍微细想就知道青龙帮肯定是跟林振宇或者是陆百山勾结在一起。然后把目光转移到远处角落的摄像头方向，语气狠厉，我知道是你们动的手，藏头露尾的东西，怎么只敢在屏幕前看着？你们最好现在马上弄死我，但凡是给了我一点喘息的机会，今天的屈辱我必定会百倍奉还。不，或许都不用他亲自动手，爸妈和哥哥们会为他报仇。第24章，挑断他的手筋脚筋。正在实时观看录屏的2人脸色都沉了下来，这么快就能察觉到幕后主使是我们了？他精明着呢，这次要不是他受伤，我们还不一定能得手。为了抓他，我们这次可是损失巨大。林振宇狠狠地捶了一下桌子，还有就是明明我跟黑河党往来的那个据点极其隐秘，没有透露出半点消息，为什么也会被盯上？这次为了引开陆晨君一家，他们下了血本，刻意露出破绽，舍弃了好几处私产，放出去的消息全都是真的，只为了对陆家人逐个击破。他们甚至知道陆家人肯定会将陆之福保护得很好，所以直接将目标换成了陆金瑶，不惜暴露跟青龙帮的关系，并且还花了高价让其出动所有的弟兄，确保万无一失。好在结果是好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但林振宇刚刚才收到消息，据点毁了，还有2个心腹也被抓了。他始终没想明白，他在 Z 国专门对接像黑河党这种国外势力的最大的，也是藏得最好的一个据点，怎么就被陆金瑶给发现了？还是周世坤带着叶宵亲自去的？据点的人根本来不及反应，直接被周世坤一锅端。本来他是没打算放弃这条线的，事已至此，纠结也没用，还不如想想该怎么补救。陆伯山眼神阴冷，仔细审审，说不定能从他嘴里套出点什么。这丫头骨头挺硬，打成这样都没服软。林振宇只想快刀斩乱麻，要我说，不如直接弄死他得了，避免节外生枝。他要是死了，陆家内部肯定大乱。他手握家族黑账本，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轻易杀了。陆伯山沉默了一会，继续补充：陆家人没有2-3个小时赶不回来，再使点手段，实在撬不开他的嘴，那就杀了吧。早晚要撕破脸，杀了总比放虎归山的好。放在之前，陆家这个掌上明珠没了，他们可能会不顾一切的疯狂报复。但是现在不一样，他们还有一个亲生女儿陆之福，后续想要做些什么都要顾忌一些。那就让青龙帮的人好好招待他。陆伯山盯着屏幕上的陆金瑶笑了，然后拿起一旁的遥控，按下其中一个按钮，他说话的声音就通过摄像头传到了他耳中。我说二侄孙女，该低头的时候就要低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看见你受罪也是心疼的很。你要是服软，说不定我就放了你呢。老匹夫，你废话可真多。
你撑不了多久了，到时候扛不住死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正好便宜了陆之福，她将会是陆家唯一的大小姐。你说，她知道是我除了你，会不会对我感激涕零？提到陆之福，陆金瑶的眼神果然有了些许变化。于是陆伯山趁热打铁，陆家的财产除了被你的3个哥哥瓜分之外，剩下的都会属于陆之福。你终究只是个外人，还想染指其他？他们必定会好好调教他们的亲生女儿，然后让她一步一步取代你的位置。到时候你没有了任何价值，只会被舍弃，你明白吗？再想想你现在的处境，跟我们合作不好吗？到时候3人平分陆氏集团，完全不用养人鼻息而活。你如果非要死磕下去，最后损失的是生命，你可什么都没有了。要不再仔细想想，陆家到底值不值得你这么为他们卖命？这番话似乎将陆金瑶说动了。你们真愿意跟我平分陆氏集团，而不是卸磨杀驴？那当然，集团多少的合作是你陆金瑶争取来的，内部运作你也有参与，更是管理着黑账本。没有你的协助，我们即便是掌握了陆氏集团也走不远。一直合作，皆大欢喜，不好吗？那好，只要你们别杀我，其他的都好谈。林振宇看他终于妥协，忍不住暗喜。但是陆伯山可没这么好骗，那就先亮出你的诚意吧，说几条有用的信息，看看值不值得买你的命。陆金瑶冷笑，说了我可不就毫无价值，死得更快。我说了，你本身的价值更大，只要你诚心跟我们合作，我们当然不会杀你。反正我又跑不了，你们先换个地方关我，给我治伤，其他的后续再谈也不迟。林振宇也渐渐的没了耐心，这丫头在拖延时间，让青龙帮的人赶紧动手。陆伯山也正有此意，看来你还是喜欢吃硬的，想清楚了再回答我吧。随着他的话音落下，青龙帮的人气势汹汹地朝他走过去，完全没有一丝一毫要怜香惜玉的念头。光是站在他面前的就有10几人之多，而且每个人都面目狰狞，凶神恶煞，手中还紧握着各式各样的凶器，无论是哪一样都足以轻而易举地取走他的性命。而在这群人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那个坐在椅子上，嘴里叼着根烟的中年男人。他正是青龙帮的老大，江湖人称龙哥。只见他一脸冷漠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嘴角甚至还微微上扬，露出了一抹残忍的笑容。要我说啊，跟着女人啰嗦什么呢？直接挑断她的手筋脚筋不就得了？说完，他还朝着身旁的一个弟兄使了个眼色，示意他立刻动手。陆伯山和林振宇见状也没阻止，命留着就行了，他还有用。实在得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的话，那就把他变成一个废人，再作为筹码跟陆晨君和沈青兰谈条件。陆家人养了他这么多年，肯定舍不得他死，就算是放他回去，也掀不起什么波浪了。正好斩断他跟黑账本的联系。陆金瑶看着不断朝他靠近的男人，内心终究还是恐惧的。他这么骄傲的一个人，以后可怎么没关系？没关系，爸妈会为他报仇的。即便是他从此以后是个废人，家人也不会放弃他的，再熬一会就好了。周叔、爸妈和哥哥发现他失踪，一定会很快赶过来的。他必须撑到他们来。第25章，暗黄即便是这样安慰自己，陆金瑶心底还是不由得泛起一丝绝望，想挣扎，却早已没力气。另一边屏幕之外的陆伯山和林振宇这会儿开了一瓶香槟，好整以暇地观看接下来陆金瑶的遭遇，像是在欣赏自己完美的艺术品。但是突然屏幕黑了，播放中断，他们猛地站起来上前检查仪器，发现并没有其他的问题，只是烂尾楼的那边的信号被屏蔽了。他们尝试联系青龙帮的人询问情况，但是并没有成功，就像是烂尾楼那一片区域全部被屏蔽了一样。快，赶紧派人过去看看，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林振宇赶紧叫进来2个心腹，在这种关头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乱子。不过应该会没事的，那边都是青龙帮的地盘，他们大部分人手聚集在一起，即便是陆晨君带着人赶到，也讨不着好。至于他们2个，向来谨慎，当然是不可能亲自去冒险的。有些事情不该露面，还是少露面的好。青龙帮这边当然也发现了不对劲，老大，连接中断了。别管，可能是他们那边有什么要紧事，先一步去处理了，你们继续解决它。但恰恰就是这个时候，烂尾楼入口处的正大门突然发生爆炸，巨大的声响把里面每个人都吓了一激灵，甚至还能感觉到脚下的地一阵颤动。赶紧去看看怎么回事。龙哥丢下手中的烟，狠狠跺了一脚。这是有人搞偷袭，谁敢在他的地盘上搞出那么大动静？门口不是有不少兄弟守着吗？怎么没有一个人发现异常进来禀报？再说了，炸门干什么？烂尾楼的门目前都只有一个框架，直接进来不就好了？还是说对方故意想引起他们注意？不过对方确实达到目的了，因为现在他们已经无暇顾及陆金瑶。你们先将他控制起来，这里已经不安全了，我们得赶紧转移阵点。话刚说完，外面又接连响起了爆炸声，火光几乎要将整座废弃大楼吞噬。他甚至能清楚地听见在外面那群兄弟被炸死炸伤后痛苦的哀嚎，心底也忍不住后怕起来。到底是谁这么大手笔，敢在京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引发爆炸？青龙帮虽然人多，但是混混和打手居多，最好的武器也不过是走私的枪械，就算有那种大家伙也当宝贝囤起来了，今天根本没带。如果对方继续再这么来几下，他们全都得玩完。老大不好了，外面来了好多人，已经到楼下，把路全部堵住，我们出不去了。龙哥狠狠皱眉，外面2圈守着的兄弟呢？人家都打上门了，怎么没有人来通风报信？小弟弱弱回答，可能全都被解决掉了。饶是心狠手辣的龙哥听见这话，也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他这是得罪了谁？哪怕是陆家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吧？哪个帮的？他只能想到是之前某些跟青龙帮结过仇的黑帮，或许是好几个联合在一起准备搞他。不是黑帮的人。小弟吞了口唾沫，看着不像是本地的势力，更像是国际杀手或者是雇佣兵，出手十分狠辣。我们的人连一招都扛不住，听到国际2个字，龙哥心慌的更厉害了。
国际上的大势力入侵京都了，那他为什么没有收到一点消息？要命的是，怎么就是冲着青龙帮来的？就在他慌不择路的时候，他所在的这个阴暗潮湿的房间的门被人猛地踹开，然后露出黑漆漆的枪口，一步步朝内，最后是身穿清一色作战服的人大摇大摆现身，将他们尽数包围。虽然进来的只有10来个人左右，但是他们身上浓烈的杀气令龙哥等人脊背发凉。好强大的气势，对方到底是什么人？你们怎么进来的？我守在外面的上百号兄弟呢？龙哥本来以为手下们可以拖延一点时间，没想到对方这么快就找上楼来了。为首的是个20多岁的少年，染着一头痞气的蓝毛，语气轻蔑：“二不是有窗户吗？自己去看呗。”因为这个房间是原本好几个房间打通的，特别大，所以龙哥让自己的心腹跑过去查看。仅仅一眼，心腹脸色巨变，然后跌跌撞撞跑回他身边：“老大，咱们的弟兄全被控制起来了，外面密密麻麻都是他们的人，把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看起来没一个好惹的。”龙哥的另一个心腹，军师一般的存在，这时候悄悄凑到他耳边：“老大，我们千万不能轻举妄动，拼人数，我们已经拼不过他们了。你看他们手上的枪械，全都是出自国际一级军火研究基地的新式武器，价格高昂不说，一般势力根本没资格接触到，比如我们。你再看他们身上的制服和标识，几乎都是与黑色凤凰有关的元素，我之前有了解过，这是国际第一杀手组织暗黄的专属印记。”龙哥呼吸一滞，听到国际第一杀手组织的时候，他的腿已经吓软了。不过老大你先别慌，暗黄的杀手做事一向隐秘，并且有实力的大多数在杀手榜不难辨认，这些人这么高调，又是聚集在一起的，综合来看，应该是最底层的人员。还有就是这些人中肯定不只有杀手，还有一个强大的网络信息控制团队，咱们跟外界的联系已经被完全掐断了，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座孤岛。龙哥点点头，但是内心依旧惊慌，哪怕是暗黄最底层的人也不是好对付的，而且他怎么会一下子招惹到这么多杀手啊？不是说杀手们都是单独行动的吗？光是站在他面前的10来个杀手，压迫感就已经很足了，衬得自己跟街头混混没什么区别。你们 TM 的叽里呱啦说什么呢？不把小爷放在眼里？为首的暴躁少年直接抬手对准龙哥其中一个心腹就是一枪，子弹丝毫未偏，正中那人眉心，尸体应声倒地。各位好汉，咱先别动手行不？有话好好说。龙哥有些欲哭无泪，怎么一言不合就动手啊？至少要让他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吧。第26章，真的是姐姐吗？角落里的陆金瑶看着突然闯入的一群人，有些庆幸，但内心同样疑惑。他并不太了解国际黑道上的势力，也没有听见那个龙哥军师说的话，所以只当是青龙帮招惹的仇家找上门了。不过京都什么时候潜伏着这么多厉害人物了？连陆家都没有察觉到，看来青龙帮这次铁定是踢到铁板了，最好是被一网打尽。为了避免自己被那群杀人不眨眼的恐怖分子波及到，陆金瑶又往墙角缩了缩。他以为自己已经够心狠了，没想到遇上些更暴力的，连青龙帮在他们面前都是小巫见大巫，甚至暗暗祈祷爸妈和哥哥他们还是先别过来救他了，万一正好撞上对方灭口咋办？蓝发少年用枪指了指地上躺着的尸体，再多嘴，你们的下场就跟他一样。龙哥欲哭无泪，他这是倒了什么血霉啊？怎么动手连个理由都不说？难不成是对方初来乍到想抢个地盘？毕竟在这个地界确实是他们青龙帮管的最宽。然后他就发现那群人不动了，不是，到底要干嘛？起码吱一声吧。龙哥也是有脾气的，这会儿硬气起来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来这里想干嘛？总不能光站着吧？恐吓谁呢？蓝发少年把玩着手里的枪，急什么？等上面的大人来了，有你好果子吃。至于他口中的大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谁，反正在组织内地位比他高就是了，他只是奉命配合行事。他们一群人确实是初来乍到没错，也是头一次这么紧急高调行事。别说，还挺来劲的。龙哥眼皮狠狠抽了抽，内心拔凉拔凉的。什么？还有大人物要来？国际第一杀手暗黄的高层，那能是简单角色吗？不是，他不就绑架个陆家小姐，怎么就惹上了这么恐怖的事？关键是现在求助无援，他只能等死。看到暗黄的人确实没有下一步行动的时候，龙哥把目光放在了角落里的陆金瑶身上，眸中的杀意一闪而过。看样子他们似乎不是因为陆金瑶来的，不然第一时间肯定会让他放人。既然这样，不如先把陆金瑶解决了，免得被他逃走节外生枝。到时候他回去调整好状态，带着陆家培养的那些暗卫对他进行不死不休的追杀，可就完了。杀了他，陆家没这么快能查到他身上，也算是给陆伯山一个交代。至于暗黄那些人，估计是为了地盘的事情来的，还有商谈的余地。这样想着，龙哥缓缓摸向腰间的手枪，然后指向陆金瑶。陆金瑶对上龙哥充满杀意的眼神，心下一沉，他居然想要杀了他，怎么办？现在该怎么办？他还不能死，蓝发少年等人会留他一条命吗？他该拿出什么筹码来交换？但他所有的筹码都是跟陆家有关的，他不可能出卖陆家来换自己活命。就在龙哥即将扣动扳机的时候，一枚子弹先一步从门口飞来，精准地打在他的手臂上，手枪也应声掉落。龙哥惊叫一声，然后朝门口望去，就见一个身穿黑色风衣、黑色长发随意披散在肩头的女人快速朝这边走来。她手上提着枪，金属光泽在阳光下泛着冷光。这会儿周围沉寂的可怕，她高跟鞋踩在地上的声响格外清晰，每一步都像是锋利的刀尖钉入地面，甚至钉在他们心上，清脆冰冷。越是靠近，他们越能察觉到她身上铺天盖地的杀意。好强的气势，甚至让他们有种想要下跪臣服的气势。蓝发少年等人知道这上面的大人来了，于是齐齐站好，半低着头，语气恭敬，在门口迎接他，
大人，我们已经按您的要求将这些人尽数包围。陆金瑶听到动静，也朝门口望过去时，仅仅一眼，他的瞳孔骤然收缩，倒映出那道如鬼魅般的身影，呼吸瞬间凝滞。巨大的震惊冲击了他的神经，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脑海一片空白是什么滋味，连身上的疼痛都全然忘记了。那明明就是他姐姐陆之福的脸，只是他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冰冷渗人，与陆金瑶平日里在家见到他时的温柔乖巧截然不同，完全看不出是同一个人。会是巧合吗？说不定只是长得相似而已。毕竟姐姐从小生活在贫民窟，只是一个饱受苦难、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女孩子，怎么可能跟杀手组织扯上关系？更何况对方的地位还不低。陆金瑶不断在心底给自己洗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却又看见眼前的女人顺手将枪丢给旁边的蓝发少年，看都没看他们一眼，径直朝自己走来。猝不及防地对上陆之福的眼神，陆金瑶的心都漏了一拍。只见那双冷冽且充满戾气的眸子，在看向他时柔化了不少，甚至还夹杂着几分心疼。真的是姐姐吗？陆之福蹲下身子，迅速为陆金瑶解开绳子，轻轻理了理她面前凌乱的头发，然后脱下风衣外套盖在她身上，紧接着一把将人抱起，公主抱稳稳地抱在怀里，语气低沉却带着温度。看看你，才离开我的视线多久，就弄成这副狼狈样子。陆金瑶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然后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骤然听见他这句话，又想到这半个小时内所遭受的折磨，忍不住红了眼眶，一开口声音就哽咽委屈的不行。姐真没出息，不准哭，等会儿姐姐帮你报仇。陆金瑶一听更委屈了，或许是觉得自己表现得很丢脸，干脆直接将头埋在陆之福怀里。陆之福抱着他转身朝门外走去，哪怕是穿着高跟鞋也走得格外平稳有力，安全感爆棚。整个过程愣是没人感知一声。陆金瑶悄悄露出一只眼睛，怔怔地看着陆之福绝美的侧颜，只觉得帅得移不开眼，满眼都是小星星。这会儿更是感觉身上一点都不疼了。陆之福的车就停在外面，到了之后单手抱着陆金瑶，另一只手拉开车门把她放进后座，然后朝旁边守着的几个暗黄的成员招了招手，你们立马将他平安送回陆家。陆金瑶伤得不轻，陆家有全自一国最好的私人医生，得尽快送他回去医治。第27章，姐姐好帅。陆金瑶扫视了一圈周围，目光有些呆滞，到处都站着身穿黑色制服气场强大的人，饶是陆家精心培养的暗卫也达不到这种程度。他们的脚下倒了一大片青龙帮的小弟，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晕了，还清醒的那些人就被捆起来丢在角落。饶是见过大世面的他，还是会被这阵仗震惊到。这些那么厉害的人居然听陆之福的命令吗？那姐姐的身份得高到什么程度？就在陆之福即将关闭车门的时候，手腕被陆金瑶紧紧攥住，然后对上了他可怜巴巴的眼神。姐，你不跟我一起回去吗？我说了会帮你报仇，里面的人一个都跑不了。陆之福的语调格外冰冷，这才是他以往真正的模样。你带我去吗？我想亲眼见证他们凄惨的样子。太血腥了，会吓到你。我胆子大着呢，才不怕。你就带我去嘛，让我狠狠出口恶气。他对着陆之福撒娇，再加上他现在这副可怜模样，陆之福一下子就心软了。姐，你再抱我回去好不好？他直接往陆之福身上蹭。陆之福低低地应了一声，然后原路将他抱进去。门口的蓝发少年有些惊讶，但是动作一点没落下，直接从旁边拖了一个椅子过来，顺便垫上了自己的衣服，十分有眼力见。大人，您看这样可以不？陆之福轻轻点头，脸上没什么表情，然后将陆金瑶放在椅子上坐着。暗黄的人悄无声息，全部站在他们身后等候号令，看得青龙帮那10几个人瑟瑟发抖，尤其是龙哥看见这一幕，直接瘫坐在地上，满眼绝望。如果说对方是冲着地盘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来的，那还好说，可偏偏是来救陆金瑶的。他刚刚才把他伤成了那个样子，对方怎么可能放过他？要是早知道陆家居然跟暗黄有关系，给他100个胆子也是不敢动陆家人的。都怪那该死陆伯山和林振宇，居然把他害得那么惨。假如对方只有这10来个人的话，他还有勇气拼死一战，但是外面乌泱泱的一片全是对方的人，硬是没给他留一条后路啊。陆之福的眼神落在龙哥身上，然后一步一步朝他走过去，一直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紧接着抬起高跟鞋，对准他受了枪伤的那只手就踩了下去。恶魔般的话语在他头顶上响起，都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今天我偏要压上一压啊！龙哥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他的小弟们想上前救他，但是被暗黄的人举起的黑漆漆的枪口威慑住，根本不敢乱动一步。对方的枪法可不是一般的准，真要开枪，他们没有活命的机会。大人，大人，饶了我吧！你要什么都可以，只求留我一条狗命。龙哥向来是能屈能伸的，这会儿直接卑微求饶。饶了你，那我妹妹受的委屈怎么办？听到妹妹这2个字，龙哥甚至都忘记了哀嚎。所以眼前这个能号令暗黄一众杀手的恐怖女人，居然是陆家那个新找回来的大小姐。不是说是从贫民窟接回来的，没见过什么世面的村姑吗？陆伯山真的将她坑得好惨啊！你说你什么时候动手不好，偏偏挑他昨天为我挡了子弹，柔弱不能自理，又是我内疚最深的时候，自己撞我枪口上来了。龙哥心如死灰，他哪里知道这些，都是那2个老家伙指使的。陆大小姐，我只是拿钱办事的，这样行不？您留我一条狗命，我去杀了陆伯山和林振宇。陆之福用鞋尖踢了踢他的脑袋，眼神肆意又狠厉，该杀的人我们自会亲自动手，用不着你一个死人瞎操心。死人龙哥的心彻底凉了，不，他还不想死。妹妹想怎么处置他？陆之福将视线转向陆金瑶，
陆金瑶看着龙哥，眼底的恨意毫不掩饰，但是在对上陆之福眼神的时候，又转化为了满满的委屈。姐，我的手好疼。他轻轻抬起双手，露出手臂上的鞭痕，暗示格外明显。陆之福会意，点了点头。姐，小心！陆金瑶忽然惊叫出声，因为龙哥想要趁着陆之福不注意的时候偷袭，如果成功挟持他，就有机会逃出升天。他已经悄悄从裤子口袋摸出了匕首，然后猛地从地上爬起来，想要将匕首架在他的脖子上。但是陆之福像是早就察觉到他的意图一般，连头都没转一下，抬手就直接握住了他刺过来的手腕，然后用力一拧，力度大的几乎要将他的手拧断。匕首落地，紧接着他整个人直接被撂倒在地。陆之福用脚尖勾起地上的匕首接住，然后狠狠扎在龙哥的心口处，不过刻意扎偏了一点，让他还有点挣扎的余地。陆金瑶已经看呆了，姐姐好帅！龙哥这么壮一个大男人，在他手底下毫无还手之力，懒得用鞭子了。陆之福蹲下身去，拔出匕首，然后一道一道划在龙哥的手臂上，复刻陆金瑶手上的伤痕，力道极大，似乎都想要将他的骨头割裂。整个房间都是他凄惨的叫声。完工之后，陆之福丢下匕首，再次转头看向陆金瑶，姐，我脸也好疼。陆金瑶看爽了，但还是不够解气。现在有姐姐帮他撑腰，他怎么可能善罢甘休？陆之福看着他脸上清晰的巴掌印，眼神一沉，然后瞥了一眼地上的木板，他唇角勾起一抹嗜血的弧度，然后走过去捡起其中一块最小的，再从袖口倒出10几枚小型刀片，一片一片的将它们镶嵌在木板上，摆出了一个手掌的形状。龙哥看着他的动作，恐惧至极，但是他已经完全没有了反抗的力气，连挪动一步都做不到，巨大的疼痛让他几近晕厥。陆之福走到他身边，再次俯下身去，直接一木板扇在他脸上。啊！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他的脸早已血肉模糊。第28章，你去混个黑老大，当龙哥的狗头军师这会儿缩在墙角，屁都不敢放一个。其他的小弟们更是要吓尿了，怎么会有这么残暴的女人？还不如直接杀了他们来的痛快。地上的龙哥已经奄奄一息，仿佛下一秒就要断气。算了姐，他现在脏死了，你别靠近他。陆金瑶嫌弃地看了地上的龙哥一眼，生怕他肮脏的血液弄脏了陆之福的衣服。看到他这样的下场，陆金瑶早已心满意足，一身的伤现在更是感觉一点都不疼了。陆之福闻言站起身来，最后甩出一枚刀片刺入龙哥的喉咙，直接让他咽了气。青龙帮小弟噤若寒蝉，暗皇众人则是见怪不怪。上层的大人就该是这样血腥的手段。吓到没？陆之福走到他身边，语气轻柔。陆金瑶摇头，当然没有，姐姐可真厉害，太帅了。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帅的女人？这么帅的女人怎么还是他姐？他不是没有仗势欺人过，但还是头一次这么爽，丝毫没有顾忌的爽。即便陆家权大势大，陆金瑶也没有真正意义上地仗势欺人，每走一步都要瞻前顾后，必须要考虑到行动之后可能导致的所有结果，永远以陆家的利益为先。但今天不一样，有陆之福给他撑腰，他是真正意义上地可以横着走了。陆之福轻轻勾了勾唇，然后视线落到青龙帮剩下的人身上。虽然说是你们老大下的命令，但动手打我妹妹的是你们，对吧？幽冷的声音就像地狱里爬出来索命的恶鬼，一句话就将他们吓得魂飞魄散。不是我们一群人慌乱摇头，拼了命想要往后退，却发现自己已经挤在墙角，退无可退。陆之福懒得再亲自动手，于是给蓝发少年使了个眼色。他们亲眼见过了我妹妹的狼狈模样，那双眼睛流不得了。明白。暗黄的人会意，手中很快多出了一把蝴蝶刀，一个箭步上前，揪起青龙帮小弟们的衣领，就直接朝他们眼睛刺下去。啊！惨叫声此起彼伏，他们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叫得真难听，舌头也割了吧，那双对我妹妹动过情的手也剁掉吧。陆之福继续冷漠地吐出一句话，接下来的场面更加血腥，他连眉头都没动一下。反倒是陆金瑶第一次见这么大型的血腥场面，有些害怕地闭上了眼睛，睫毛还在微微发颤。陆之福淡淡地嘱咐了一句，尸体丢出去喂狗，没死的也扔出 Z 国境内，别来碍我的眼。蓝发少年多问了一嘴，大人，外面还有一大群小喽啰，怎么处理？赶出 Z 国，他们大本营还剩下一部分人，一起处理掉。哦豁，那第一大黑帮就这么散了，真是令人唏嘘。陆之福白了他一眼，怎么，你想去混个黑老大当当？蓝发少年赶紧在嘴巴面前做了一个拉拉链的动作，抱歉大人，我就感慨一下，绝对不会对组织怀有二心的。临走前，陆之福多问了一句，你是谁手底下的人？我上司北冥外州区负责人幽蝶手底下的总管北冥，他现在在 Z 国吗？陆之福平时只会通过组织中央信息部发号施令，有资格与他对接的也只有部长和2位副部长而已。至于内部其他高层人员，他一般不会直接跟他们联系，所以被安排过来配合他行动的陆之福其实也不太清楚对方的具体身份，尤其是蓝发少年这种身份算低的，同样他们就更没有资格知道陆之福的真实身份了。蓝发少年暗自倒吸一口凉气，听这位大人的语气，难不成身份很高？本以为是跟他上司北冥同级的，现在看来他不会跟幽蝶大人一样是3大区负责人之一吧？我勒个乖乖，也算是被他见着大佬了。他暂时还没到这边，不然肯定会亲自过来的。你叫什么名字？玉晨。行，那你把后续的事情处理干净。既然京都第一黑帮的位置空出来了，正好你可以带着他们顶上。啊！玉晨两眼问号，真让他当黑老大，还带领这么多暗黄的杀手们，这是要吓死谁呢？堂堂职业杀手要去伪装成黑帮混混，说实话
有点掉价。陆之福一个冰冷的眼神扫过去，玉晨赶紧立正，好的大人，保证完成任务。等到陆之福带着陆金瑶走后，玉晨悄咪咪给自己顶头上司打了个电话，你最好是有重要的事情。一道暴躁的声音从手机中传出，玉晨把刚刚陆之福交代他干的事情说了，询问可不可行，毕竟他也不确定陆之福到底是什么身份，能不能做这个主。然后手机里传出的声音明显温柔了不少，大人看得起你，你照办就是。好的老大。玉晨默默嘀咕，连老大都叫他大人，看来身份确实不低哈。但是他看起来好年轻哦，怎么坐上那么高的位置的？然后感叹一句，组织内部果然藏龙卧虎。后续，玉晨带着一众暗黄的人把事情处理得很干净，青龙帮一夜之间消失了。玉晨甚至联合信息部制造出了他们连夜搬迁到国外的假象，反正其他势力再怎么查都查不到陆家身上。然后就是他带着杀手们真的建立了一个黑帮九皇会，占了青龙帮的地盘，开始迅猛发展，凭借着强硬的手段逐渐接手青龙帮原来的业务，甚至一步步扩大，在各个省都弄成立了分部。私下里他们照样进行杀手业务。于是乎众人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九皇会上，没人再管龙哥等人到底跑哪里去了。至于陆伯山和林振宇两人，得知陆金瑶平安回到陆家之后，差点气疯了。他们损失了那么多，只为了弄死陆金瑶，或者是换取本家的高级机密，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本来想去质问青龙帮的人到底是怎么办事的，结果发现对方居然跟人间蒸发了一样，查不到任何踪迹。后来在国外发现了一部分青龙帮的成员，只当龙哥是收了陆家的好处，放了陆金瑶，又怕得罪他们，于是连夜迁移。他们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没工夫再去找龙哥算账，因为已经和陆晨君一家撕破脸了，要随时防范他们反击。第29章，没人敢压榨我回去的路上，陆之福在前面开着车，陆金瑶则是舒舒服服地躺在后座。回去想好了怎么跟爸妈和哥哥们解释吗？陆金瑶闭着眼睛装死，就你这一身的伤，想瞒也瞒不住。我真的知道错了，下次不敢了。陆金瑶咬着唇，这次确实长了记性。不过谁能想到三叔公那个疯子会下这么大的血本来搞他？按照常理来说，他们着重针对的应该是手无缚鸡之力的陆之福才是。不过姐，今天的事情我们真的要实话实说吗？感觉说了爸妈可能也不信，换作是他肯定也不信。所以什么从小在贫民窟长大，孤苦无依，都是骗他们的对吗？可以编一个善意的谎言。今天的事情太过暴力血腥，不宜描述给家人听。要是被他们知道自己苦心经营的完美形象，岂不是破裂了？有道理。陆金瑶重重点头，他还不想跟他们分享呢。姐姐的秘密只有她一个人知道，独一份的。她要先抱紧大腿，爸妈哥哥什么的全都靠边站，想想就开心。姐，我以后能狗仗人势吗？陆金瑶真诚发问。陆之福，请记住，你是金圈第一名媛，不要这么形容自己。那咋了？陆金瑶这会儿躺得平平的，有姐姐可真好呀，这下子轮到我来当吉祥物了。陆之福简直哭笑不得，这妮子也有两副面孔呢。两人慢悠慢悠的，总算是到家了。正好爸妈和哥哥们也才到家没多久，这会儿正急着准备出门找他们姐妹俩呢。至于周世坤则是主动跪在大门外请罪，是他没有保护好二小姐。赵姨也跟着一起跪，是他没有拦住大小姐。不过陆晨君和沈清兰都是明事理的，周世坤是受陆金瑶的吩咐办正事去了，结果也办得很漂亮，抓到了林振宇的把柄。如果他这样算有罪的话，那么他们一个都跑不掉。一群人出差一趟，回来发现家被偷了，2个宝贝女儿都没了。当务之急是先找到芝芝和瑶瑶。快，全部人立刻行动起来！陆晨君一声令下，所有人齐齐往外冲。但就是这会儿，陆之福开着车一个急刹停在了他们面前，然后有些尴尬的看着他们：“嗨，爸妈、大哥、二哥、三哥，你们怎么站在门口呢？”他们看见是他，纷纷松了口气，也来不及惊讶他为什么会开跑车，更来不及指责他为什么要乱跑出去。芝芝，还好你回来了，我们现在得马上去找你妹妹。妹妹在我后面呢。陆之福露出一抹乖巧的笑容，一双双眼睛齐齐朝外面看去。难不成瑶瑶也开车跟在后面？但什么都没看到，直到躺在后排的陆金瑶缓缓举起了手臂：“我在这儿。”陆家众人本来还想好好训斥他一顿，但是看见他浑身是伤，面色惨白的模样，一家人心疼的不行，赶紧把他抱进去医治。于是毫发无伤的陆之福就光荣地接受全家人的盘问。不过好在是被他避重就轻的忽悠过去了，只说是陆伯山和林振宇想要对他下手，但是中途青龙帮突然杀上门寻仇，陆金瑶趁乱逃了出来，然后遇到了陆之福，俩人就一起回来了。至于陆伯山和林振宇是怎么惹到青龙帮的，咱也不知道。后续爸妈要查，应该也只能查到青龙帮全体卷铺盖逃跑了。陆金瑶清醒之后，他们去询问事情经过，也得到的是差不多的答案。陆家人心疼归心疼，还是重重的责骂了他们姐妹俩一顿，然后不允许陆金瑶再管任何事情，安心养伤。他们则是继续调查，将自己手中获得的资料和证据综合起来，准备正式朝林振宇和陆伯山发难。陆金瑶当然是乐得清闲，然后当晚就吵着闹着要和陆之福一起睡。陆家人简直无语，都多大人了，还要一起睡？说好的做一个恶毒妹妹呢？演都不演了。不过他们也没多想，只当是陆之福把陆金瑶带了回来，然后他们的关系愈发好了。这是好事，这个我们可做不了主，你自己问芝芝去。反正她们姐妹俩都住5楼，随便怎么造。陆金瑶当然是没有问的，而是晚上直接拖着自己的被子敲开了陆之福的房门：“姐，我一个人睡不着。”陆之福，但我又不是催眠师，不睡可以，我们彻夜长谈。陆之福看在他是个伤员的份上，
陆之福终究还是纵容了他。两人躺在一张床上，望着天花板。姐，你以前真的是在 F 国贫民窟长大的不？陆金瑶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还是问出了心底的话。也怪不得陆家查不到他的任何信息呢。不是，但待过。陆之福的脸上没什么表情。英英，人家还是很心疼姐姐。陆金瑶这会儿是一点都不装了，直接抱住他。别乱动，你身上还缠着纱布，等会儿都蹭掉了。那今天那群人真的都是你的手下吗？你是专程去救我的，对不对？太感动了，我差点以为我就要死了。陆金瑶现在想起来都是一阵后怕。下次还敢吗？有你在我肯定还敢呀。陆金瑶嘴角带着笑，姐，你和今天那帮人都是哪个势力的？也是国外的哪个黑帮吗？那群人看着像混血，肯定不是 Z 国的。而且 Z 国应该培养不出那样的人，不是黑帮，是杀手组织。陆金瑶猛地瞪大了眼睛，还真是职业杀手啊，怪不得杀人不眨眼的。他早该猜到的，杀手组织他也略有耳闻，听说都是人间炼狱，里面住的也全都是死神一样的存在。所以在组织里的日子该有多残忍啊！每天过着刀尖上舔血的生活，还要去干各种危险的任务，甚至被上司控制。姐，你后面不会还要去干跟今天类似的事情吧？搞不得，搞不得。你既然都回到了陆家，那要不脱离组织，我们养你。我没办法脱离组织。陆之福淡淡开口，要是连他都跑了，那么大一个暗皇岂不是要拱手让人，或者是解散？他才舍不得。不会是你上司给你下了什么毒药，每个月固定服用解药压制的那种吧？陆金瑶垂死，病中惊坐起。陆之福嘴角抽搐，没人敢压榨我。第30章，嘤嘤怪蛙。这么说，姐姐很厉害了。陆金瑶又想到了她今天的表现，满眼都是小星星。其实从那就能看出来了，她不会是什么元老级别的人物吧？还行。那你们所属哪个组织啊？我能问问不？暗皇。房间突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是我听说过的那个暗皇吗？陆金瑶问的有些小心翼翼。国际第一的那个。只听陆金瑶倒吸一口凉气，先让我死一死。要不是他还算稳重，都想惊叫出声了。不是，国际第一杀手组织，这也叫还行？怪不得青龙帮的人怕成那样。京都第一大黑帮，说被灭就被灭了。陆家虽然涉黑，也接触过不少国际势力，但是从来没有跟暗皇这种巨头组织打过交道啊。那可是黑白两道，听了都闻风丧胆的。今天他居然见到了传说中暗皇的高层，还跟他睡在一张床上，顿时感觉脖梗凉凉的。自己不会在睡梦中被嘎掉吧？陆之福像是猜到了他在想什么，打趣开口：“放心，你的狗命我还看不上。”陆金瑶，英英姐，听说你们随便一笔订单都是天价，那你是不是很有钱啊？陆金瑶以为陆家已经足够有钱有权了，但现在想来，说不定陆之福还要富得流油。还行，你敷衍我，那就比你有钱一点。陆金瑶，英姐，你说话就说话，怎么还带拉踩人的？谁让你话多？英，你昨天也不是这样对我的。陆之福懒得搭理这个嘤嘤怪。过了3秒，陆金瑶见陆之福不说话，又主动开口：“姐，你会罩着我的对不？也会帮我处理烂摊子吗？那太好了，等我伤好了，就要去把我看不惯的人全部揍一遍，老的小的都不放过。幼稚。”陆之福淡淡吐槽：“幼稚就幼稚，姐你可千万要记得去捞我。”陆之福主动岔开话题：“绑架你的幕后主使，你知道是谁吗？”知道。陆金瑶的眼神中划过一丝狠辣。打算怎么做？要不要我帮你弄死他们？他要是出手的话，陆博山和林振宇可蹦跶不了多久。唯一担心的就是爸妈会顾念亲情，或者是衡量家族利益。两个都是元老级别的人物，一下子都弄死了，有点麻烦。不用，我的仇我可以自己报，我们已经抓住了他们的把柄，解决他们迟早的事。陆金瑶虽然嘴上说着要陆之福罩着他，实际上还是更愿意亲力亲为，只是知道了背后有人给自己撑腰，就会更肆无忌惮一些。好，那他就在后面看着，给陆金瑶和陆家人兜底。就算他们解决不了，还有他。姐，我俩天下第一好，对不对？陆之福就这么被他烦了一晚上。被叫起来吃早饭的时候，两人都还睡眼惺忪。陆金瑶身上有伤，不用起床，直接是赵姨送上来给他的。陆之福则是跟爸妈和哥哥们一起上桌吃饭，包括周世坤也在。他一个人安安静静吃饭，听他们谈话。他们倒也没逼着他，通过昨天的事情，他应该也有所了解，要么就是瑶瑶已经跟他说过了。陆家内部就是危险重重，斗争不断。几人商议着如何对付陆博山和林振宇，谈完之后才看向陆之福：“芝芝啊，我们说的你能听得懂不？”陆之福点头：“能听懂就好，反正以后要离那两个老东西远远的，知道不？”陆景耀吊儿郎当的打断：“没关系，他们有没有以后还不一定呢。”几人没有反驳，说不定还真是。芝芝会不会怪爸妈心狠手辣？因为在谈话中，他们说了好几次要把那两个老东西弄死的话语，还挺凶悍的。当然不会。陆之福笑容甜美，他本来还怕他们心慈手软呢。本来陆之福还想问需不需要他帮忙之类的，但是转念一想，就算自己跟他们坦白，他们知道他很厉害，估计也不会让他插手，于是就默默的没有出声。就是苦了你们了，爸妈和3个哥哥每天都在忙，都没空多陪陪你们。这个不要紧，你们处理正事重要，没有比他更善解人意的女儿了。陆家人欣慰至极，他们怎么会拥有这么乖巧的小棉袄？吃完饭后就一起去看看陆金瑶，尤其是陆景耀，直接跑他床边，不对，应该说是陆之福床边去蹦蹦跳跳的犯贱。啧，你也有今天，看吧，连路都走不动了。
切，姐姐的床又大又软，我还不想动呢。陆景耀，你丫的多大人了，要不要脸，还缠着芝芝妹妹一起睡？你管我？反正你也只有羡慕嫉妒的份儿。谁嫉妒你？你爱躺着就躺着，我等会儿就带妹妹出去玩，你一个人待着吧就。不过这句话，陆景耀也就是说着玩而已。这个节骨眼上，他可不敢随便带陆之福出门。再加上现在很忙，即便是想要宠妹妹，也是过段时间的事情了。你休想，姐姐昨晚上可说了，她跟我天下第一好，你哪凉快哪待着去。陆之福，他昨晚可没说，不过他也懒得开口，看小学生斗嘴挺有意思的。大哥陆晨燕则是上前给了陆景耀一下，你也多大人了，怎么不知道让着点小妹？她现在还受着伤。哦，陆景耀抱头鼠窜，好好好，我错了，不跟病谈计较。然后立马开溜。大哥，你们谈的怎么样了？陆金瑶开口询问正事。陆之福见状也退了出去，刘大哥和二哥给陆金瑶复述他们饭桌上的谈话，毕竟他已经听过了。但是刚走出去准备散散步，就接到了一通手下打来的电话。老大，那两个人已经连夜出国，跑到自己的老巢新洲集团去了。陆之福眉梢轻挑，哦吼，跑得这么快？本来还以为他们搞这一出是准备正式跟陆家宣战了呢，结果直接落荒而逃了。看来爸妈的计划要落空了。第31章商量退婚事宜。挂了电话之后，他正好撞见了周世坤。周叔在干嘛呢？大小姐，我周世坤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实话实说，因为他们这些事情几乎下意识的就会瞒着陆之福，因为他不懂内情。妹妹出事的时候你在哪里？我按二小姐的吩咐去办事了，抓了几个人，正在审问。听到陆之福类似于兴师问罪的话语，他心头一惊。什么事？关于林振宇的还是陆博山的？林振宇很关键的一个把柄，尤其是他上次对您和二小姐出手的证据。哪来的消息？听说那会儿裴金旺来过，而后陆金瑶和周叔就有了动作。裴大少爷送来的。陆之福心想，果然是他，还是有点小手段的，消息不假也没问题，算是帮了陆家一个忙。正思索着，就看到赵姨走了过来。大小姐，裴大少爷登门拜访了，说是听说二小姐又受伤了，二小姐现在不方便见客，所以您看。陆之福低着眸子，昨天的事情是暗黄的人处理的，消息封锁的十分严实，青龙帮已经处理干净，就连陆博山和林振宇都找不到头绪，裴金旺这就查到了，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查到了多少。如果查到了，他身上陆之福眼底闪过一丝狠戾，我去见见他吧。周叔跟我一起。好的，大小姐。三番两次登门，打的什么主意？裴金旺坐在客厅，看到陆之福来，虽然心底并不意外，但是还是有几分毫不掩饰的欣喜。而今天桌子上依旧摆着他带来的礼品。陆大小姐，好久不见。裴金旺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好久不见。陆之福表情淡淡的坐在他对面，今天裴少爷怎么有空过来？嗨，喊什么裴少爷多生分，直接叫我名字就行。好的，裴少爷，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裴金旺，我主要是听说二小姐她话还没说完，就被陆之福打断。听谁说的？裴金旺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这陆大小姐怎么不按套路问话，一上来就这么直白的吗？旁边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周世坤，他这是说还是不说啊？毕竟这个消息确实瞒得挺严实的。那我换个问题，你上次给妹妹送的礼物又是哪里来的？见裴金旺一脸为难，陆之福又继续追问。小佑好歹在京都混了那么多年，有点人脉那不是很正常？那行，所以你今天是准备干什么的？既是看望，也是赔罪。裴金旺说的十分真诚，而且陆之福确实也是多心了。裴金旺并没有查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只知道是陆博山和林振宇设计绑架了陆金瑶，而让那两人得手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送给陆金瑶的消息，导致周世坤带着陆家的精锐抓人去了，没有人守在他身边。虽然确切来说这事儿跟他没关系，但是他良心还是过意不去。当然能顺道见见陆之福那就更好了。陆之福猜到了他话里的意思，倒是也没多为难他，妹妹伤势严重，不便见客，你礼物送到了就可以走了。裴金旺没想到陆之福跟陆金瑶如出一辙的无情，刚见面没多久就要下逐客令，好不容易来一趟，好歹让我多喝几杯茶再走吧。周世坤见状立马亲自给他倒了几杯茶。裴大少爷，喝吧，还是热的。裴金旺，陆之福勾了勾唇，裴大少爷要是再不说，茶可就真的要凉了。嗨，那什么？裴金旺整个人突然都变得拘谨起来，这不是我家那老父亲催婚催的紧。听见他这话，周世坤眉头皱的几乎能夹死一只苍蝇。在他眼里，无论是陆之福还是陆金瑶，裴金旺这个纨绔子弟都配不上。先生和夫人不在，这件事情改日再谈吧。周世坤露出职业假笑，不用陆先生和陆夫人亲自到场，我就是想问问你家小姐的意见。陆之福捂嘴惊讶，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哦，原来你说的是联姻的事情呀。其实这个我们一家人前2天正在讨论呢。裴金旺的眼神立马亮了，十分期待的看着他。为了掩饰住自己的尴尬，他还装模作样的品茶。就是他们现在一直很忙，等到有空的时候，应该就会去裴家商量退婚的事宜了。听到退婚2个字，裴金旺差点一口茶喷出来。什么？听闻裴大少爷为了逃婚，特地跑到国外好几年都不回家，这可把裴家人急坏了。为了避免你这个继承人跟家里闹掰，所以我们全家一致决定，还是解除联姻，皆大欢喜。我不是裴金旺瞬间百口莫辩，虽然但是事实好像的确如此。裴大少爷这是高兴坏了吧？别急，等爸妈回来我就催催他们。陆之福嘴角挂着笑。裴金旺，他哪只眼睛看出来他高兴的？不好了，大小姐，二小姐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发脾气了，您快上去看看吧。关键时候赵姨出来打断了他们。裴金旺想要解释的话就这么卡在了喉咙里，
眼睁睁看着陆之福上楼，转头又对上了周世坤笑容可掬的脸。裴大少爷，请吧。他又一次光荣地被请了出去。不过这次他是彻底慌了，因为刚刚谈话让他有了危机感，得赶紧让自家老头子登门，厚着脸皮把婚事敲定才行。大少爷，您怎么又这么快出来了？见到了陆大小姐没有？一见到他的狗腿子就围了上去。哎呀，走开点，烦着呢。您这次是不是因为根本没带去什么有用的信息，所以被陆家毫不留情地扫地出门了？他们可是知道自家少爷这次带来的只是普通礼物，你们还好意思说让你们查的事情有眉目了吗？青龙帮消失得干干净净，无从查起啊。最奇怪的就是那个时间段，他们所待的那片区域像是直接被人屏蔽了一样。那就不用查了，凭你们的本事确实查不到。第32章，反正配不上我姐一回到家，裴金旺就哭天喊地，拽着他家老头子不放。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呀，这关乎到你儿子的终生大事，结果就是被自家老爹无情踹开。哼，早干嘛去了？现在的局面不正是你想要的吗？谁让你一直作妖，现在好了，人家两姐妹没一个瞧得上你的，还好意思让老子上门一婚？我不管，你不去我就让你老裴家绝后。废物点心，你也就威胁你老爹的这点能耐，之前不是还让老子别管吗？你要是实在不想去也行，但要是陆家上门退婚，你绝对不能答应。裴金旺无力望天，那我确实也舍不得这么好一门亲事的。你要是真喜欢陆家那丫头，那就死皮赖脸去追呗，反正这是你的一贯作风。裴金旺露出苦笑，神情有些落寞。他要是真死皮赖脸就能追到的就好了。咋？听你的意思，之前认识人家，单方面认识算吗？没用的东西，你的意思是你搞暗恋就算了，人家连你是谁都不知道。裴丽的眼神中充满了嘲讽。哎呀，老头子就别戳我心窝了，什么时候的事情？你小子多久就开始惦记人家了？反正很久很久了。你儿子我就是追着他回国的，不然谁愿意回来看你的臭脸？兔崽子，你皮痒了是不是？裴丽一听就火大，反正你不想老裴家绝后的话，你就得帮我，自己的老婆自己追。然后裴金旺也光荣的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少爷，你说你怎么又惹家主不高兴了，害得我们也被扫地出门，无家可归。两个狗腿子埋怨他，嚷嚷啥，睡哪里都一样。所以你上次交代的事情还查不查了？不用了，省得你们暴露，盯着点陆家那几个老东西就行。咱们不用出手帮忙吗？不用，这是陆家的家事，还轮不到我插手。再说了，有他在，哪里用得上我？那这么看来，少爷你确实也挺没用的，做个赘婿恐怕陆家都要嫌弃。裴金旺狠狠踹了两人几脚，滚犊子！再说陆之福这边，他回到房间后，果然看见了正在耍小性子的陆金瑶。就见他一脸哀怨地看着自己，姐，你是不是被某个囊狐狸精勾走，不想要我了？陆之福，怎么可能呢？我就去打发他一下。那小子诡计多端，巧舌如簧，你可千万不能被他骗了。好好，都听你的。陆之福本以为裴金旺送了一个消息给陆金瑶，他就会对他改观一些，没想到还是这么敌对呢。还有件事，陆伯山和林振宇跑回新洲集团了，你们呢，打算怎么办？若是以前的话，可以用他们两个在京都的产业和势力要挟他们回来，但是他们相当于断尾逃生，该舍弃的全部舍弃了，剩下的连夜搬迁全部跟着他们离开，所以要对付他们只能出国抓人。你怎么知道？陆金瑶下意识就问出口，因为连他都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但是突然想到自家姐姐那吊诈天的身份，于是赶紧改口，滚回老巢了。那等我先想想，晚点给你答复好不好？等爸妈和哥哥回来，再跟他们重新商讨一下。行。等到晚上，陆家人确实也都回来了，而且他们已经知道了两人仓皇逃走的消息。这可怎么搞？他们跟个缩头乌龟一样缩回去了，我们要直接带着人打过去吗？陆景耀问。不用我们亲自动手，元老院剩下3位应该也要回来了吧？让他们去。陆晨君沉声道。好主意，那3个也不是省油的灯，就是委屈瑶瑶了，短时间内还报不了仇。提起这个，全家人都是咬牙切齿的。没关系，早晚都不是问题，我们正好趁这个时间段把他们在淄国的爪牙全部清理出去，不给他们卷土重来的机会。陆金瑶提早知道了这个消息，这会儿淡定得很。他们赞同的点点头。是啊，这么多年都没能成功把他们赶出陆家，赶出淄国，这下子好了，他们自己跑了，甚至还不用公关，他们手中还握着不少的线路，让那3位接手吧，能抢到多少是他们的本事。还有就是远恒听说了家里的事情，已经快速处理好国外的业务，准备回来了。小叔，陆之福疑惑发问。对，也算是特地回来看看你。沈清兰微笑着朝他点点头。姐别慌，小叔人很好的，到时候肯定会给你带很多很多好东西。那我可就期待住了。对于陆远恒，陆之福倒是没有多关注。哦对了，还有一件事，陆晨燕适时插话，谢家明天举办宴会，给我们发了请帖，你们谁跟我一起？谢家跟陆家向来交好，这个面子肯定是要给的。很快他又补充一句，最近陆家事情多，爸妈可以不用出席，而且谢家似乎主要是想邀请家中小辈，尤其是点名芝芝，让我一定要带他去。谢家也算是名流世家，他们举办宴会肯定会有不少家族愿意赏脸，到时候又少不了要交际一番。可惜瑶瑶受伤不能参加，那么就只能是芝芝去了。陆金瑶皱眉，干嘛特地点名姐姐？应该是好奇想见见吧。陆景耀打岔，但是陆晨燕却摇摇头，可能不止，大概是打上了芝芝的主意。大家都下意识认为跟裴家联姻的会是瑶瑶，那么芝芝的婚事就空了出来。若是能跟谢家联姻也是很不错的，主要是他们适龄的少爷有挺多，芝芝可以去挑挑看。陆金瑶不满的冷哼一声，都是一群歪瓜裂枣，
挑什么挑？陆景耀无语，小妹，照你这么说，世界上就没有好男人了？你单身一辈子倒是没什么，别连累我们芝芝好不好？谢家的那几位跟他们关系还算不错，而且个个是人中龙凤，怎么到陆金瑶的嘴里就成了歪瓜裂枣了？反正配不上我姐。陆之福失笑，好了，别吵了，反正早晚都是要见的，不妨卖谢家的面子，我跟大哥去看看吧。第33章，谢家老夫人陆羽白向来不喜欢参加这种交际宴会，再加上有事情要忙，所以没去。陆景耀则是要给爸妈打下手，所以最后去的只有陆晨燕和陆之福。陆晨君看着自家长子语重心长，一定要保护好妹妹。虽然威胁最大的那2个人跑了，短时间内不会有人敢对芝芝动手，但万事小心。沈金兰也交代，就是宴会上人多眼杂，别让她被某些臭男人骗了。陆羽白言简意赅，大哥，妹妹就交给你照看了。陆景耀双手环胸，大哥保护好妹妹哦。陆金瑶一语惊人，姐，你可一定要保护好大哥呀。全家人，尤其是陆晨燕有点莫名其妙，只当是陆金瑶最近伤到脑子了，故意唱反调呢。陆之福笑而不语，然后略微无辜道，不就是去参加一场宴会吗？应该不会有你们说的那么危险。陆家人齐对望眼，还真不是他们杞人忧天，想要弄死他们的人可以绕京都一圈了。这些年他们发展迅速，不是在得罪人，就是在得罪人的路上。之前大家都还在观望中，因为想要看他们家族内斗，然后来得出其不意。最近确实斗起来了，虽然消息还没怎么传出去，但或许总有人忍不住要插上一脚。不过现在他们也只会顺着陆之福的话说，对，没有那么危险，芝芝放心跟着大哥去玩吧，总不能给自己宝贝女儿制造恐慌吧。只有陆金瑶一个人不高兴的事件达成了，要不是那该死的陆伯山和林振宇，他怎么会伤成这样，导致错过了跟姐姐一起出去的机会，不然哪里轮得到大哥带姐姐去？哼，早晚弄死他们。说干就干，陆金瑶在家人们各自回房后叫来了周世坤，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周叔，以后对待姐姐就跟对待爸妈和我们一样，他的话可以无条件执行。周世坤疑惑，他确实不太明白二小姐为什么会突然变化那么大，难道就因为大小姐救了他吗？不用问为什么，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好，明天你去一趟九皇会。什么九皇会？周世坤表示没听说过。陆金瑶自信满满，日后会取代青龙帮，成为京都最大的一个势力，我们手下相关的业务可以全部选择跟他们合作，其他的断了就断了吧，这会不会太冒险了？周世坤心惊，这还是二小姐第一次下这么无厘头的决定。之前陆家连青龙帮都看不上，现在居然要主动去找一个听都没听过的小势力合作。先不说九皇会到底能不能发展起来，就说鸡蛋全部都放进一个篮子里，万一出事你不懂，照我说的办就是了，稳赚不赔的买卖。更何况还是自家人，姐姐手底下的，就算是亏了又怎么样？那明天直接找他们最高负责人谈，对，报我姐姐的名字就行。大小姐，周世坤再次惊讶。裴金旺这会儿正在跟自己的好兄弟们把酒言欢呢，但是被自家老爷子一通电话扰了兴致。干嘛呢？这么快就要求着我回去了？你说2句好话，说不定我会考虑考虑。他的语气欠欠的。明天是谢家的宴会，不去。裴丽话都还没有说完呢，直接被裴金旺打断。真不去？那有什么好玩的？无聊得很。那好吧，本来我还听说陆家大小姐要去的，看来你们注定有缘无分了。说完也不等裴金旺什么反应，直接把电话挂了。裴金旺，他手忙脚乱地打回去，但是好几次都被自家老爹无情挂断。老头子，还被你给装上了。但裴金旺最终还是没脸没皮地滚回了家。反正有陆之福在的地方，他是一定要去的。他可是知道谢家跟他同龄的人不少，万一真是他想到那样，可怎么办？他得去看着点。到了第2天晚上，陆晨燕和陆之福盛装出席，刚到谢家门口就被人恭恭敬敬地迎了进去。其实这次本来只是普通的宴会，但是可能因为大家猜到陆之福和裴金旺都会来，于是乎全都想要来凑热闹。能同时见到这俩人，属实难得。甚至没收到邀请函的家族都厚着脸皮来了。之前在进宫见过陆之福的，其实也算是少部分。这次就不单单只是年轻一辈，还有不少的老总和老总夫人，家主和家主夫人。总而言之，热闹非凡。或许是因这2家的特殊关系，所以陆晨燕和陆之福先一步被带去了后院，见谢家的人。尤其是和善的谢家老夫人，她曾经和他们的奶奶是闺蜜，这么多年来对陆家的小辈也多有照拂。谢老夫人年近80，但岁月似乎并未夺走她的优雅，反而为她镀上一层温润的光华。她的眉目慈和，眼尾微微下垂，笑起来时眼角的纹路像扇子般展开，嘴角天生微扬，即便是冷着脸也带着3分和气，犹如古画里的大家闺秀。是陆家的孩子们来了，快走进谢，让老婆子我好好看看。谢老夫人端坐在紫檀木椅上，笑着朝2人招招手。谢奶奶安好，这是我妹妹陆之福。芝芝，这是谢奶奶，快叫人。谢奶奶好。陆之福这会儿嘴角挂着清甜的笑容，看起来乖巧极了。谢老夫人这会儿格外高兴，哎，好，芝芝丫头是吧？快坐到老婆子身边来。然后就是好一阵寒暄。芝芝丫头像她母亲，也有2分像芙蓉，看着就令人心生欢喜。芙蓉就是陆之福奶奶的名字。本来谢老夫人还在遗憾，陆家和裴家有了婚约，现在好了，陆家有2位小姐，这2位她都特别满意，就是不知道自家那几个孙子有没有这个福气了。芝芝丫头，有空可以多来谢家走动走动，和我老婆子谈谈心，遇到什么麻烦，我也可以给你做主。好的，谢奶奶。陆之福只管应下。第34章，选妃然后又一次见过了谢家的几位长辈，他们对陆家兄妹俩都客客气气的。
最后被请到了宴会主厅，让两人自己玩着。因为谢家的小辈们都在那儿招待客人，正好让他们认识交谈一下。而且本次宴会本来就给他们年轻一代的准备的，所以谢家长辈们基本上不会出面，即便是出面，也是去招待其他家族的长辈。宴会不自觉的就形成了两个区，外区留给少爷小姐们娱乐，内区则是长辈们商谈合作的地方。陆晨燕和陆之福是从谢家后院宴会厅后门进入的，刚踏进过道，就听见宴会厅里面吵闹声一片，尤其是有几道声音格外突出。不是说陆家的人会来吗？怎么都要开始了，还不见身影？听说陆金瑶之前就受伤了，估计现在还没好呢，所以不方便出席。那不是还有大小姐和其他几位少爷吗？那3位少爷一般很少在这样的宴会上露面，这次不来也正常。就知不知道陆大小姐是不是怯场了？怯场肯定是不会，我可是在进宫见过她的，比起陆金瑶来丝毫不差，尤其是那张脸堪称神颜。对，别的不说，她的颜值绝对让你们惊艳。有人不以为然，切，脸好看有什么用？还不是花瓶一个，这样的娶回家供着吗？什么都不懂的废物，就算是来了也只是闹笑话。你们说她没来不会是也出事了吧？有道理，连向来谨慎精明的陆金瑶都中招了，她怎么可能完好无损？听说陆家的内斗开始摆到明面上来了，她什么都不懂，你们猜猜她能活多久？那要不咱们来打个赌？陆晨燕脸色黑的几乎能滴得出沫来，几乎是按耐不住的想要上前跟那些人理论。陆知府赶紧拉住他，大哥冷静，嘴长在他们身上，他们要说就说吧，我才不在意呢。芝芝放心，我们都会保护好你的。陆晨燕担心他被那些言论影响。我知道。而另一边，谢家的几个少爷小姐聚在一起，也在悄悄讨论陆知府。谢家大少爷谢瑜，祖母估计是有意跟陆家联姻，这次特地交代了，我们要好好跟陆家大小姐相处。他和陆晨燕同岁，平日里关系还不错，跟陆家其他几人也还可以，所以陆家人来根本不用交代，他们也会好好招呼人家。而这次长辈们明里暗里都在提及陆知福，还让他们几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什么意思不言而喻。谢家二少爷谢萧，就这两家的关系，我们也不可能怠慢不是，反正朋友肯定是得交的。他们几个倒是也不抗拒联姻，毕竟对方可是陆家，真要算起来是他们家高攀了。谢家三少爷谢毅，老四，你和淼淼上次不是去了进宫吗？见过陆大小姐没？怎么样？谢家四少爷谢晨和谢家二小姐谢淼淼是家里年纪比较小，也是比较爱玩的性子，上次的热闹当然没错过。惊为天人，等下你们见到就知道了。没错，陆大小姐简直是仙女下凡，哥哥们千万要加油啊，一定要把她拐回来给我当嫂子，这样我可就太幸福了。谢淼淼眨着星星眼，这么夸张？谢家几兄弟还是有点怀疑，真的一点也不夸张，到时候她到底是我大嫂、二嫂、三嫂还是四嫂呢？那就全看你们的本事了。谢晨撇撇嘴，我就算了，我一个纨绔，人家肯定看不上我，还有年纪也不符合，他还比陆知府小1岁呢。谢淼淼猛拍大腿，说到纨绔，谁能比得上裴家太子爷啊？你们可得注意点，他好像对陆大小姐也有点意思呢。一想到他在进宫时的炸裂发言，谢淼淼就心有余悸。虽然裴金旺向来不着调，但是万一他是认真的呢？陆知府这么好的人，可不能被他祸害了去。那行，我们会尽力给陆大小姐留个好印象的。他们这边刚聊完，就听见宴会厅外区传来一阵哄闹声，是陆晨燕，陆家人来了。陆晨燕走在前面，一出现就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还能听到几声细微的惊呼，实在是他的长相和气质太过惹眼。若要问全京都最炙手可热的未婚男性是谁，那当属陆家长子陆晨燕，那可是 Z 国第一世家的继承人，陆氏集团总裁，商界闻风丧胆的活阎王，完全就是千金们眼里的香饽饽，贵妇们心中的金龟婿。即便是他已经订了婚，但还是有不少人在打他的主意。平日里跟他交好的几个公子哥立刻围了上去，燕哥可算是把你给等来了。实际上眼神都在往他身后瞟，因为走在他后面的陆知福同样惹眼。他上次穿的新中式惊艳了所有人，这次的西式晚礼服依旧光彩夺目，甚至向来耀眼的陆晨燕都被他的风头压了下去。陆晨燕笑着把他拉上前，然后给他介绍他的朋友们，这几个还算靠得住。面对陆知福，他们一个个都正经得很，甚至还有些不好意思。不要问为什么，问就是被盛世美颜深深暴击了。燕哥，你太不厚道了，这么乖的妹妹，居然今天才带出来给我们认识。他们实际上心里已经嫉妒死了。有陆金瑶这么一个全能的妹妹就算了，现在又来一个，他们怎么就没有这么好的福气？知福妹妹，以后有空多出来玩，咱们哥几个随叫随到，肯定比你哥这个大忙人靠谱。就是，陈燕一天天忙得脚不沾地，无趣得很。你要是无聊，可以来找我们玩，咱们都罩着你。有空来我家串门呀，家里好几个妹妹跟你同龄，肯定有话题聊。就这么一会儿功夫，陆知福就多出来了好几个义兄，当然是他们单方面封的。不过既然是大哥的朋友，他也乐意给他们面子，一一应下。第35章，他只是太热了，这可把周围的人眼红坏了。谢家人也趁机上前刷脸，先是跟陆晨燕叙旧，然后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陆知福身上，一个个的耳根都有些泛红。老四和淼淼还真说的一点都不夸张，陆家大小姐这容颜何止是惊为天人，反正他们长这么大还没见过比她更漂亮的。这要是进军娱乐圈，不得是断层顶流。陆晨燕给陆知福一一介绍谢家的几人，然后悄悄附在他耳边，这些人都是未婚，底子干净，芝芝看上了哪个就跟大哥说，大哥给你做主。陆知福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这是让自己选妃的意思？这不太好吧？
确实能看出来，这几位都是人中龙凤，气质非凡，尤其是家族底蕴雄厚。但是吧，他觉得自己还小，没有真的要谈婚论嫁的打算，那就当是交个朋友了。陆之福游刃有余地跟他们交谈着，表情和语气都十分客气，不算热络，但也不至于太过疏离。而他的身份也实在是太受欢迎，一直有人往他身边挤，甚至都要把陆晨燕挤走了。而在这期间，还有几个其他家族的长辈或是某某集团的老总想要来跟他谈生意上的事情。陆之福朝他挥了挥手：“大哥，你去嘛，不要耽误你的事情，我自己可以的。”一直守在他旁边也不太像话。谢家的人也保证会好好招待陆之福。于是陆晨燕简单交代了几句，就去了内区。没了他，外区显得更热闹了些。而刚好是这个时候，裴金旺十分张扬的出场了，成功转移了众人的注意力。居然是金圈太子爷来了，真是罕见啊！这还是他回国后第一次参加正经宴会呢，不会是冲着陆大小姐来的吧？纨绔之首回来了，这下子又要热闹了。上次进宫的没邀请他，是他偷偷混进去的，不算。3年不见，裴家大少爷还是那么风流倜傥呢，比起陆晨燕来也不遑多让。他虽然不着调，但是身份尊贵啊，再加上那张招蜂引蝶的脸，所以爱慕他的千金小姐也不在少数。谢家的几人很客气地迎了上去，虽然有些意外，本来还以为以他的性格是懒得来参加的呢，可不用管我，你们玩你们的，我就随便转转。裴金旺豪迈地朝他们摆摆手，本来以为谢家这几个人还会跟他寒暄一下，但是没想到他们听见这句话，扭头就走，重新回到陆之福身边。裴金旺，他有这么招人嫌吗？后面还是他的一群狐朋狗友围在他身边，叽里呱啦地讨论着什么。兄弟，你这可就太不厚道了，回来这么多天都不来找我们玩，是不是准备跟兄弟们断交了？裴金旺随手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没办法，好兄弟太多了，这不是一下子没轮到你们吗？瞧你说的是什么话，不过话说回来，你今天到底是来干嘛的？几人审视的目光在他身上扫视，然后嘴角勾起一抹坏笑，目光转向另一边众星捧月的陆之福。不会是为了陆家大小姐来的吧？上次你在进宫说的话都是真的吗？你小子动真情了？不然如果说他只是想玩玩而已，估计也不太敢招惹陆家的小姐。陆家内斗归内斗，但是对外的话，他们可是护短的很。裴金旺没有过多解释，只是轻飘飘应了一声，目光始终落在那一人身上。晚了，咱们太子爷这会儿是真沦陷了，但是我怎么感觉你没戏啊？你看人家陆大小姐周围的人，似乎每一个看起来都比你厉害。裴金旺的损友撑着下巴，认真分析道：“切，你们懂个屁！他们人再多，不还是只有我一个是正儿八经跟陆家有婚约的吗？这万一陆大小姐跟他们其中的谁对上眼了，解除婚约不还是分分钟的事儿？不对，根本不用解除，不是还有陆二小姐吗？她可是裴家非常满意的儿媳妇。谢大少爷还真是一表人才，连我看了都要心动呢。哦，还有谢二少爷也不错啊。对，你看陆大小姐脸都红了，不会是喜欢上了吧？”一群损友七嘴八舌的故意刺激他。不得不说，他们成功了。裴金旺脸色臭臭的，你们懂个屁！那完全是太多人围着他，他太热了好吗？喜欢的毛线！你跟我们横有什么用？有本事就上啊！人家陆大小姐就在那儿呢，上就上！裴金旺甩了甩头发，然后拨开人群，走到陆之福面前。因为他的身份，倒是也没人敢拦他，反倒是纷纷给他让路。芝芝，好久不见，上次你不是还有话要对我说吗？咱们出去谈谈。格外熟络亲昵的话语，让在场的人都愣了愣，尤其是当事人陆之福，他们已经熟悉到可以叫小名的程度了吗？好像没有吧。即便是上次在陆家，陆之福答应的也只是叫他的名字而已，可没允许他叫自己。还有就是，他什么时候有事情要跟他谈了？这个不要脸的，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在众人诧异至极的目光下，裴金旺直接拉着陆之福跑了。谢家人嘴角抽搐，看来淼淼说的没错，裴金旺确实在打陆家大小姐的主意。刚才搞那么一出，就跟宣誓主权一样。裴家和陆家本来就有婚约，这么一来，我们岂不是没机会了？难搞！不行，大哥、二哥、三哥，你们必须去争一争，怎么能轻易认输呢？谢淼淼怂恿他们，除了家世，自己的3个哥哥哪点比不上裴金旺？其他人倒是没觉得怎么样，毕竟裴金旺行事向来荒唐，刚才反而是难得一次有礼貌的。看样子太子爷是相中陆之福了，那陆金瑶的婚事岂不是空了出来？不少人的目光也变得炽热起来。虽然陆金瑶不是陆家的血脉，但是人家足够貌美，足够优秀啊，能够娶回家也是很大一助力。可惜瑶瑶今天没来，没有她在的场合，还真是有点不习惯呢。第36章，后宫着火了。他们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只是一阵唏嘘，感叹自己没机会了。但也有少部分不善的目光，而这一部分目光基本上都是来自内区的。他们一边谈着合作上的事情，一边注意着外面的动向，尤其是裴金旺出现之后，两家的联姻可不能成啊。慢慢收回目光后，他们看向陆晨燕，然后举着酒杯走过去，谈笑风生间全都是对陆家态度的试探。陆晨燕当然是不可能表态的，随口含糊过去。但同样的，他看向裴金旺拉着陆之福离开的背影，眼神也有些不善，居然敢当着他的面拐走他的妹妹。不过看陆之福表情没什么不对劲，他也就没出去阻拦。裴金旺带着陆之福到了一个人少的地方才停下来，旁边正好有亭子，是个观夜景的好地方。裴大少爷嘛，男女授受不亲，你这么拉着我不太好吧？陆之福倒是没甩开他，而是语气优良的开口，听不出喜怒。裴金旺悻悻地缩回手，余温在他手心蔓延。嗨，那什么，我的错，唐突了陆大小姐，下次我肯定先知会你一声。你还想有下次？那我想想也不行吗？裴金旺里不知气也壮，陆之福每次都要被他气笑。你刚才不是叫我芝芝的吗？
怎么这会儿又改口了？你要是喜欢我就叫回来。他主打一个没脸没皮，我可没允许。说起来你还得感谢我呢，陆之福，刚才要不是我帮你解围，你还被那些个少爷小姐缠着呢，现在多清静，所以我真得感谢你。其实陆之福也刚好乐得清静，故意跟着他跑出来，不过他是肯定不会表现出来的。那倒不用，我们之间有什么好客气的？裴金旺摆摆手，一副格外大方的模样。陆之福无语，说的好像他们多熟一样，还想让我感谢你，我没怪你，搅黄了我的好事就不错了。什么好事？打扰了我跟谢家几位哥哥聊天，跟他们有什么好聊的？怎么，你不会是看上了他们其中的谁吧？裴金旺表面上不屑道，实际上心底慌的一踢，不会吧，不会吧，他肯定不是这么肤浅的人，这不是还正在考虑？谢家老大端庄沉稳，谢家老二温文尔雅，谢家老三风度翩翩。陆之福认真思索着，每说一句，裴金旺的脸色就难看一分，只是表现的没有那么明显。见他对他们评价那么高，他实际上嫉妒的眼睛都要红了，然后酸溜溜的来一句，你看到的只是表面，他们装出来的而已。那你怎么不装一个？你要是喜欢，我装成任何模样都可以。裴金旺突然含情脉脉地看着陆之福，陆之福微怔，不是他被裴金旺这番拙劣又略显油腻的演技骗到了，而是他似乎真的在他的眼底捕捉到了一丝真情。陆之福清楚，爱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即便是他已经在尽力隐藏。为什么？他们明明没见过几面，他对他哪来的情？而且从他们见的第一面开始，他的接近似乎就特别具有目的性。陆之福问得很直白，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这几年裴金旺也都待在国外，说不定真的见过，只是他忘记了。裴金旺身体一僵，眼神不自觉的有些躲闪。不是，他也太敏锐了吧？还是自己的演技真的太差了？当然，下一秒，裴金旺掷地有声，我就是你那素未谋面的男朋友。陆之福翻了个白眼，恨不得当场给他两下。你带我出来，要是只为了说这些废话的话，那我可就走了。哎，别，其实吧，裴金旺瞬间变得有些娇羞，怎么看怎么违和，主要还是想跟你谈谈联姻的事情。不是都说了，不日就上门退婚，我家人已经在帮我物色新的未婚夫婿人选了，谢家那几位就非常不错，不行。裴金旺再一次急了，怎么就不行了？要联姻，那肯定只能是咱们裴陆两家，他们谢家算什么？根本不用考虑，那不是还有瑶瑶妹妹吗？你们青梅竹马什么青梅竹马，不要污蔑我们。裴金旺忙着撇清关系，而且话又说回来，青梅哪里比得上天降？陆之福弯唇轻笑，所以呢，给我一个选择你的理由，我们联姻可以保证两家利益最大化。还有呢？还有就是裴金旺可能是没料到陆之福一下子居然会问这么多，有些慌不择言。我保证把你当祖宗一样供着，到了裴家，你说一不二，生杀大权全都交到你手里，房车都写你名，孩子也可以跟你姓，实在不行，我入赘也是可以的。陆之福有些好笑的看着他，你要不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这话要是让他老爹听见，不得狠狠抽他一顿。裴家百年基业，日后都在他手上，怎么可能让他入赘？我认真的。裴金旺就差对天发誓了，但是为什么呢？陆之福还是没想明白，他身上有什么值得他这么做吗？还是说他暗地里查到了什么东西？两人还没聊完就被人打断，是谢家的佣人跑过来了。只见他一脸慌张地对着裴金旺说，裴大少爷，宴会主厅那边出乱子了，您快过去看看吧。裴金旺皱眉，满脸都是被人打断的烦躁。我又不是主办方，好我过去干嘛？你们谢家的少爷都是干什么吃的？这佣人犹豫了一瞬，然后大声开口，是吴家和王家的千金，因为争论他们两个谁更配得上您，当场打起来了。裴金旺心里咯噔一下，暗道不妙，然后小心翼翼地看向陆之福，我什么都不知道，天杀的，这个关他什么事？他甚至人都不在现场。还有谢家的这个佣人一点眼力见都没有，居然当着陆之福的面就说了不对。裴金旺突然反应过来，肯定是谢家那群小子故意的。陆之福戏谑地扫了他一眼，后宫着火了，不去看看吗？裴金旺直接原地去世，他什么时候开过后宫了？真是好大一口锅砸下来。第37章，那看来我们伪装的挺好。裴金旺人都骂了，他本来是不想去的，但奈何陆之福非催着他，想要去看笑话。算了，去看看是哪两个没脑子的千金也好，他都跑国外几年了，怎么还有人惦记他呢？当裴金旺和陆之福踏进宴会厅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再次汇集到他们身上，全都是一副看好戏的表情，尤其是谢家那几个。谢淼淼直接冲上来，很熟络地挽住陆之福的胳膊，知府姐姐，你快过来，我跟你说，然后把刚刚发生的事情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谢家剩下的人也趁机站在他身边，把裴金旺隔得远远的。就算他们没机会跟陆家联姻，那也不能让陆家的好白菜被裴金旺给拱了。裴金旺气得牙痒痒，他看着最中央的两位主角，恶狠狠道：你们两个谁啊？猴子请来的演员是不是？演技这么拙劣，趁早下台吧。这个猴子自然指的就是谢家人，要说不是他们故意安排的，他才不信。两位千金哇的一下就哭了，还哭得特别大声，这下子场面愈发混乱。他们两个不对付是真的，对裴金旺有想法是真的，收了点谢家的贿赂表演这一出也是真的。本想着引起裴金旺注意来着，没想到他这么生气。裴大少爷怎么回事啊？对女孩子说话这么大声，没看到人家都这么伤心了吗？也不去哄一哄。以往裴少爷顽劣归顽劣，对女生还是挺客气的，今天这是怎么了？那还用说，肯定是因为陆大小姐在，要避嫌呗。啧，又是一个不会怜香惜玉的主，这下子不知道多少千金小姐的梦要破碎了。裴金旺只觉得一个头两个大。谢家三少爷谢毅趁机拱火造谣，还是当着裴金旺的面大声说的，裴大少爷这脾气也太差了点，
婚后说不定还有家暴倾向，绝非良配。裴金旺当场就炸了，谢家小三，你皮痒是不是？他们两人小时候就经常打架，谁也看不惯谁。是啊，咋的？你要当着陆大小姐面揍我不成？谢意这会儿站在陆之福身边，嚣张得很。裴金旺硬是忍了又忍，尤其是看到陆之福嘴边隐隐勾起的弧度的时候，算了，他高兴就好，看回乐子咋了？你还看着我干嘛？人家两位小姐都哭成那样了，赶紧去哄啊！谢意指了指那边，裴金旺最终还是沉着脸走了过去，当然不是去哄人的，而是赶紧把他们打发走。他动作很快，但是在解决完之后，转头的那一瞬间，突然发现那么大一个陆之福居然不见了。站在他面前的只有讨厌的谢家人。裴金旺左看右看，甚至还扒拉了他们几下，依旧没找到陆之福。你们把我芝芝藏哪了？什么叫你的芝芝？婚事八字都还没一撇呢，就叫那么亲密？谢淼淼对他，小爷的事情你少管，赶紧说他人呢？他就离开那么一会儿，人怎么就消失了？那还用问，肯定是生气不想看了，于是就走了呗。谢家人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其实陆之福只是说想自己待一会，不用他们跟着，回头再给你们算账。裴金旺放下一句狠话之后，就到处找人去了，因为他确实怕陆之福误会，他才不是什么拈花惹草的人呢。谢家几人看着他的背影，简直笑得合不拢嘴。终于有能制住他的人了，要知道他曾经可是金圈小霸王，裴家没一个能管住他的。就他现在这不值钱的样子，就算是追到了陆大小姐，以后也只会是妻管严。再说另一边，周世坤按照陆金瑶的吩咐，带着陆家的几个暗卫悄悄摸到了九皇会的地盘。其实根本不难找，因为他们就是占了青龙帮原来的地盘而已。估计是青龙帮和林振宇以及陆伯山两人闹了矛盾，然后全体跑路，才让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小势力捡了漏。不过既然陆金瑶看好他们，那他也不好多说什么。当周世坤表明来意，尤其是报了陆之福的名字的时候，他被恭恭敬敬地迎了进去。这群人还挺上道，他心想着，不过就是这些人怎么都是混血面孔，像是去世界各地搜罗来的，而且看起来格外年轻，难成气候。本以为见到他们头儿会好一些，结果只是个蓝发少年。周世坤眼底闪过几抹失望，不过明没有表现出来，他还是很客气的上前跟他交谈。玉晨依旧是拽拽的那副姿态，坐在周世坤面前，你是那位大人的手下。到目前为止，他也只知道陆之福的名字而已。上司北明让他无条件协助他的工作。什么大人？周世坤一头雾水。就是你报名字的那位陆之福，她是我家大小姐。那就没错了，自家人。玉晨肉眼可见的热络起来，说吧，想谈什么？你想要的我们都能提供。好大的口气，想要什么都有。周世坤拿出了一部分清单，先看看上面这些。没问题。玉晨只扫了一眼，很快应下，然后就直接将人带到了仓库。一路上，周世坤看到的人都是和玉晨差不多的，十分散漫，跟街上经常出没的那种黄毛混混没区别。到底是未来的合作伙伴，他还是有些担忧的问了一句：这么重要的东西，你们也不多派2个人守着，就随意摆在仓库里，2、3个人在外面巡逻，怕是随便来几个人就能给他们抢了吧？就我们几个，足够了。玉晨笑得有些张扬，我倒是要看看哪个不要命的敢来抢我们的货。周世坤狠狠蹙眉，这少年当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还是根本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看出了周世坤眼底的质疑，玉晨轻笑一声，那看来我们的伪装还是挺合格的。周世坤还没明白他话里的意思，就察觉到玉晨身上的气势猛然一变，一股强烈的杀意倾泻而出，近在咫尺的死亡威胁让周世坤呼吸一滞。转瞬间，玉晨就已经到了他身后，然后黑洞洞的枪口抵在他的后脑勺上。伙计，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哦。第38章，经费不足，不过他这样的动作也就持续了2秒，跟他开个玩笑而已。如果我真心要你命的话，你刚才已经死了。然后把玩着手中的枪，吊儿郎当的继续往前走。周世坤狠狠松了一口气，真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已经要踏入鬼门关了。他对玉晨确实没什么防备，因为他相信大小姐和2小姐，也没想到玉晨会突然动手，更没想到他年纪轻轻，身手居然那么恐怖。他自认为身手不差，但是要跟眼前的少年比起来，或许还真打不过。突然就理解了2小姐为什么非要跟他们合作。还有就是，你也不用担心有外人来搞偷袭抢资源。走着走着，玉晨突然开口：就你外面带来的那些人，我一个人1分钟之内就能解决掉。周世坤再次心惊，经过刚才那下之后，他也不敢再觉得对方是在吹牛了。但是真的有那么厉害吗？外面那几个暗卫也算是陆家精心培养的，京都数1数2的高手了。不要质疑咱是专业的。玉晨的话很中二，但是周世坤明显听进去了。走进仓库，当他看到墙上挂着的琳琅满目的军火样品时，感觉脑子有点不够用了。随便一样都是他之前没有见过的高级货，就这么被随意的挂在墙上。这么一看，他列出的清单真的很多余。最新研发的一批还没有在市面上流通，只有咱们有货源，看看怎么样。玉晨随手给他展示了几个 Valkyrie X9 智能手枪，有效射程300米，全钛合金 3D 打印枪身，重量仅480克 Auro X8 自循环冲锋枪，无弹链无线弹药 PDW， 模块化口径 5.7mm 12.7毫米自由切换，还有这个 Cerberus X73 管战术散弹枪。周世坤从一开始的胆战心惊，到最后只剩下麻木。不是，这么多高级玩意，他们是怎么弄来的？而且每一件都价值不菲。饶是陆家是 Z 国首富都不敢轻易订货，他今天也算是开了眼了。等玉晨大概介绍完之后，他只能弱弱来一句：那个我还得回去请示一下大小姐和2小姐，我个人暂时无法做主，
先谈谈其他的吧。实际上是钱包负担不起。这还是雷厉风行的周世坤第一次在外人面前表现得有些唯唯诺诺。没问题，我随时有空。玉晨很无所谓，毕竟他只算是一个打杂的，具体怎么来还得等请示上司和那位大人。其他的合作大致谈完后，周世坤悄悄地来，也悄悄地离开。半路上，他终于是没忍住，提前给陆金瑶打了个电话。陆金瑶躺在床上，慢悠悠地点下接听键。事情办妥了，周世坤出马，他还是非常放心的。还没有。二小姐，我们的经费似乎不足了。陆金瑶，他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到听周世坤解释完后，陆金瑶罕见的沉默了。知道暗黄牛逼，没想到这样牛逼，钱不够咋办？短时间内似乎也赚不到那么多。他们两个负责这一块，跟其他人的是独立的，不能随意挪用公款，去跟爸妈和哥哥要，似乎也不太好。他心里瞬间出现了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不知道他如果去跟姐姐要零花钱的话，姐姐会不会给啊？嘤，他不想努力了，想被姐姐包养。二小姐，我还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你说，要是陆家培养的人全都配上这些武器，不用顾虑其他，可以直接杀上新洲集团老巢了，根本都不带犹豫的。陆金瑶再次沉默，好有道理，说的他都心痒痒了。你先想办法安排着，我去跟姐姐和爸妈通个气。谢家这边的宴会还在继续，但是陆知府已经提前离场了，不过也没离开谢家，而是在人少的地方转悠着，因为他刚才好像察觉到了同类的气息，即便对方隐藏得很好，但杀手的眼神和下意识的习惯是很难掩盖的。只是他刚刚在宴会厅内注意到了他，追出来时那人已经没了踪影。他从宴会主厅偷偷摸摸混到谢家后院，会是冲着什么去的呢？年轻一辈都在宴会厅，那个人盯上的要么是什么机密，要么就是谢家某个长辈，不会是谢老夫人吧？陆知府内心隐隐有了猜测，因为在这谢家最好下手的确实就是谢老夫人了。他几乎没有犹豫的直接朝谢老夫人的所在地走去。好在谢老夫人还在之前跟他们兄妹俩见面的房间外的一个亭子下坐着喝茶，没有走开，只是身边一个谢家的族人都没有，只留了2个佣人。而他现在能感觉到右侧的草丛里有细微的声响，他脸上挂上笑意，朝谢老夫人走过去。谢奶奶，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谢老夫人神情惊喜，笑得十分慈祥。是芝芝啊，年轻人的聚会，我这个老婆子就不参与了，让他们放开了玩。不过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玩得不开心了？还是我家那几个臭小子没招待好你？他下意识的就以为陆之福是不是在宴会厅里受了委屈，想找他做主来了。没有，他们太热情了，我有些招架不住，就想出来透透气。陆之福直接坐到了老夫人身边。原来是这样，那来陪我老婆子说说话也好。陆之福坐得乖巧端庄，但是眼角余光却一直在注意着旁边的动静，有人埋伏着准备出击呢。或许本应该早就动手了，只是察觉到他过来，于是只能继续躲着。就是不知道现在对方是不是会连他也一起下手。谢奶奶，您这里只有茶，我想吃点甜点和饮料，可不可以啊？在宴会厅里都没来得及品尝，陆之福朝他撒娇。可以，当然可以。你们2个快去帮芝芝拿些过来，不对，多拿点，挑最好的拿。我们谢家设宴，可不能委屈了陆家大小姐。谢老夫人很快对2个佣人吩咐。陆之福压下眼眸，无关的人支开了，如果等下他要动手也方便些。第39章，罪魁祸首是他。果然2个佣人走后，陆之福明显感觉到草丛里窸窸窣窣的声音更大了些，那人明显按耐不住了。他现在全身警觉着，以防那人突然动手，但是等了好久都不见他有下一步动作。陆之福只好陪着谢老夫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终于草丛里埋伏着的黑衣杀手动了，黑暗中伴随着一道寒光闪过，一枚飞镖也急速地朝着谢老夫人后背刺去。陆之福眼神一冷，抓起茶杯盖精准一扔，正好跟飞镖相撞，一起落到了旁边的草地里。杯盖发出清脆的响声，碎了一地。看到陆之福的动作，谢老夫人被吓了一跳。怎么了这是？陆之福尴尬地说了一句，那个我看到那边有一只野猫想要靠近，就扔东西将它赶走了。野猫？谢家怎么会有野猫呢？谢老夫人疑惑回头，但就在这时，草丛里埋伏着的黑衣杀手突然窜了出来，手中握着锋利的弯刀，似乎是想要置谢老夫人于死地。眼见着杀手已经冲到面前，谢老夫人已经吓坏了，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但下一秒，弯刀停住了，刃尖停在了离他眼睛2厘米的地方。是陆之福出手握住了那个杀手的手腕，力道很大，令其动弹不得。不仅谢老夫人傻了，连杀手本人也傻了。眼前这个少女到底是谁？能轻而易举破解他刚刚的暗器攻击不说，连他的偷袭也能拦下。他自认为速度已经很快了，从前也很少有失手的时候。当他意识到自己可能碰上了一个硬茬的时候，再想后撤已经来不及了。手腕被眼前的少女狠狠折断，然后自己本来要刺出去的弯尖却对准了自己的心脏。从主动出击到尸体倒地，整个过程只用了几秒钟。谢老夫人已经被吓懵了，哆哆嗦嗦指着地上的尸体。其实她震惊成这样，并不是因为遭到了刺杀。身为谢家上一任掌权人的妻子，这种危险情况她不是没遇到过，她只是没想到陆之福居然这么厉害，3两下就把人给解决了。好果断的手法，似乎已经干过了成千上万遍一样娴熟。可她明明只是一个柔弱少女啊！可陆之福装模作样的演示了一个，那什么谢奶奶，没吓到您吧？谢老夫人，你看我像是没被吓到的样子吗？不过他还是很快调整好了心态，毕竟是陆之福救了他一命。好孩子，多亏你了。没想到居然有人趁今晚的宴会混进谢家。嘘，陆之福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还没完。
谢老夫人瞬间警觉。陆之福看着周围突然冒出来的几个人，暗自勾了勾唇。他就说嘛，为什么刚才那个人那么久才出手？原来是在等袁俊。他暂时看不出对方具体是哪个势力出来的，没什么特征性标识，不过肯定也不是什么榜上有名的。